前是他惨遭同学设计陷害，失身给同学亲哥哥，大肚子的他只得含恨下嫁，却被霸占房子和工作，还在一次家暴中被打掉7个月大的孩子。后又得知父母去世，哥哥瘫痪，绝望的他投河后却重生到末日，岂料遭丧尸围攻，一命呜呼。如今他再次重生回被强行上生物课前，心中唯有滔天恨意。3世为人的他发誓要报仇，让坏人受到应有惩罚。向东，你等会进去玩轻点，别给人家玩坏了，还指着他给你生孩子呢。妈，我知道的，嘿嘿嘿。说着，陶向东就着急忙慌地推门进屋子里办事去。此时江叔躺在陶家的床上，猛地睁开了眼。这渐渐的笑声，还有房间内的陈设，我又重生回来了，那个噩梦开始的房间，但这次绝不会让悲剧发生。馋江叔好几年身子，终于能吃到了，全靠我的好妹妹在他水里下料。没错，是那个恶魔，可我从末日归来，还能被你欺负了，体内的囤物资空间还在，很好。等下生米煮成熟饭，你就是我的人了，看不上我又能如何？恶心，你就是弯了之源。这一天我懂了3世，防狼电棒。江叔爆发心底的屈辱与不甘，将陶向东电翻在地，他眼中流露出的唯有快感。屋内动静却惊动到陶向东父母和妹妹，3人挤进去查看情况。向东，你咋样？怎么好好的晕呢？你个小贱蹄子，都是你搞的鬼对不对？下手可真狠。我狠，你们全员恶人，反倒说我狠，让你们尝尝我的神器。小叔，我们可是同学，我还请你吃过饭，你别用那根又粗又黑的东西戳我。你的嘴脸令人作呕，知道我这些年怎么熬过来的吗？江叔看向地上整齐的一家4口，心中仇恨未曾消散，他要把受过的苦与恶还回去。江叔从空间里拿出来了一个药丸，这是末世研发出来的药，吃了一辈子不举。陶向东下面直接干废了之后，江叔又瞄准了陶向红，他一直将陶向红当作自己的朋友，可是这个女人却这样的祸害他。江叔又从空间里拿出来了一粒末世研制的药丸，吃了之后浑身发胖，脸上爆痘。再就是陶父陶母，想到他们对他做的一切，江叔便拿出来了一个老虎钳，将陶父和陶母的大门牙直接给拔了。江叔做完这些后，还是觉得不解气，想起此时处在特殊年代，便从空间里拿出大量英语书，塞到陶家衣柜里，还伪造英文通敌书信让陶家人按手印，造成陶家是特务的假象。随后他离开陶家，在路上找热心小朋友去报案，而陶家人醒来后蒙圈了。他们怎么来了？流氓罪很大的。镇定点，我们又没做什么。再说打人的是江叔，2位同志说不定是进来讨水喝的。队长，收到了，屋里藏有大量英文书籍，还有一封信我看不懂。你们家通敌叛国，狗汉奸，将这些特务带走。同志，误会啊，我都不懂英文。同志，肯定搞错了，肯定是那个小贱蹄子陷害我们。可证据确凿，没人听他们解释。之后警察同志走访周围住户询问，均没人看到江叔，陶家4口便被带走了。而江叔看到这一幕，心中暗爽，接着回到居住的小院，挖着父母留下的东西，一共挖出4个箱子，1箱小金鱼，1箱珠宝，2箱古董。我父母被批斗下放农村前，就已经把东西藏好，可惜上一世便宜了陶家的人渣，而我重生回来绝不能让父母出意外，得下乡找他们去。收起4个箱子，江叔从空间里拿出灵泉水喝下几口，绝土的疲劳感全消。可是他想下乡得找人帮忙，便骑车去往单位。小叔，都快下班了你才来，是身体不舒服吗？半道打了几只疯狗。刘姐，记得你家有亲戚在知青办工作？是啊，怎么突然聊这个？我想下乡，这事得拜托你亲戚，刘姐能帮我搭个线吗？你疯了吧？好好的下乡干嘛？很多知青挤破头想回来。我想好了，刘姐帮忙搭个线呗。父母还在乡下受苦，不出意外很快会病逝，我要去帮他们。70年代没那么多门道，在刘姐引荐下，江叔仅用1包核桃酥就把事办妥了。之后他回到小院，从空间拿出螺蛳粉吃了起来。反正要下乡了，不如把工作也卖掉，还赚上一笔。小叔，婶来给你送粽子。咦，你身上怎么臭烘烘的？我刚上完厕所，多谢胡婶的粽子。对了，我过2天就下乡，准备把工作名额转出去，您要觉得合适，我把名额转给小娟姐。转给我家小娟？可你好好的干嘛下乡？乡下的日子很苦的。一个人在家里太孤单，我去乡下投奔亲戚。上工作名额的事就这么定了。小苏，你的工作不错，婶给你1000吧。我只要600，再讲价我跟您急。
上一世溺亡，是胡婶替我收的尸，这份恩情得还。隔天，江叔把工作转给小军，手里多出600块。由于他要下乡的地方在东北，便去百货大楼办棉袄被褥，接着又去找倒爷买全国票证。一次买600块的全国票证，你这是要出远门吗？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钱货两清，再见。出手好阔绰，跟过去看一下他是何方神圣。要是遇见肥羊，我不介意干票大的。姐可是去过末日的女人，你也配跟踪我？看我来个反跟踪！江叔路过转角甩开倒爷，反而跟踪道爷回到家中，接着从空间中取出末日沉睡烟，由窗口把烟扇进去，方才走进倒爷屋内。夜黑风高好办事，你对我图谋不轨，就怨不得我了，让你见识下什么叫末日女土匪。江叔在屋内薅羊毛，找到现金票证3万多，还用金属探测器找到地下10多箱珠宝古董，全被他吸入储物空间，最后施了符一曲。倒爷醒后认为是对头干的，正筹备跟对方拼杀，而罪魁祸首江叔已到了警察局。同志，问一下，陶向红一家怎么样了？小姑娘家打听做什么？难道你跟他们是一伙的？陶向红还差我2块钱，想跟他要一下。等下辈子再要吧。陶家犯敌特罪，全家被判死刑。打下我的2颗药，不过这样也好，前一世的苦难与我再无瓜葛，今世要照顾好父母，愿他们长命百岁。江叔听到陶家人下场后放下了，接着他又准备好一些干肉食，便坐上了下乡的绿皮火车。含恨重生70年代，开局送丈夫全家出殡，大仇得报后下乡寻饱受苦难的父母，他要改变双亲惨死的下场。谁知在火车上遇见个公主病。你好，我想坐靠窗的位置，咱们换一下吧。不换。你这人真小气，不就让一下位置吗？为啥不能给我让？我们很熟吗？我认识你吗？麻烦你搞清楚，在外面没人惯着你。谁愿意将靠窗的座位让给我，我给他1块钱。同志，我的位置让给你坐。哼，看到没？你不让，有的是人让。跟我显摆什么呢？我空间里有末日带过来价值数亿的物资，搞得好像谁缺他1块钱似的。众知青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接着相互聊天熟络，到饭点则各自取出食物吃，而沈娇娇没带口粮，花高价买了一份红烧肉盒饭，吸引众知青羡慕的目光。那些粗粮啥的，人家可咽不下去，某些人不会是要饿着吧？江叔打开饭盒，刘姐做的饺子还是一如既往的香。白面饺子，猪肉馅。他家也挺富裕，这盒饺子够吃2顿了。不好吃，火车上的东西就是不行，根本吃不下去。沈知青，你不吃能给我吃吗？省得浪费了。你愿意吃就吃呗，吃完记得把饭盒刷了。江叔看在眼里没说什么，这个年代吃不饱的人不少，更别说吃红烧肉了。而这时男知青齐文君上前搭讪：江知青，你好，吃颗水果糖吧。切，看到我吃饺子才过来主动搭讪，谢了，不用。沈知青，吃颗水果糖。好啊，谢谢齐知青。齐文君搭上沈娇娇，两人聊得熟络。江叔却从齐文君身上看到小白脸的影子，可影响不到他，利益也懒得管。在1天2夜颠簸后，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车站。我去，张梦、齐文君、沈娇娇，竟和我在一个生产队，往后乐子大了。红星生产队的知青来这边集合，看起来细皮嫩肉的，还有3个娇滴滴的女娃，这是送来了几个活祖宗。你咋这样的态度？我们是来支持农村建设的。蠢女人，脑子里装的怕不是豆腐渣，刚来就得罪村里人。本大队长还不稀罕接收你们，不乐意支援农村的自己买票回去，考虑好的上牛车跟我走。几个知青不敢多言，沈娇娇只得上牛车。反观江叔要聪明得多，深知人脉重要性的他跟宋宝田闲聊，岂料沈娇娇故意唱反调。江知青，你睁眼说瞎话，这里又穷又酸哪里好？我看你就该生在农村，和乡下泥腿子一样吃苦受累。说瞎话的人是你，没农村农民咱们城里人吃啥喝啥，你瞧不起乡下人，以后别吃农民种的瓜果蔬菜。沈知青的话太过分了，不过这类人家里条件都不一般，老汉我还得罪不起。宋宝田无奈地赶着牛车，将知青们带到粮仓处，指着几个袋子介绍：每人10斤苞米面，5斤玉米面，20斤红薯，粮食大队预支给你们的，往后从公分里扣。大队长，咋都是粗粮？这是人能吃的吗？我们生产队的人都这么吃，难道我们不是人？凶人家干嘛？我又不是那个意思，可我真腌不下粗粮，花钱买细粮成吗？要20斤大米，10斤白面。把粮放上牛车，待会带你们去住处。很快，
一行人便来到了几间土房前，还剩2间正房1间仓库，2个男知青住1间正房，剩下的看3个女知青怎么分。仓库黑布隆冬的好怕怕，还是跟人住一间吧。张梦看起来比较好使唤。张知青，咱俩住正屋好不好？家里不可能帮过我，而我一个女孩怕干不过公分吃。沈娇娇钱多无脑，傍上她是不错的选择。那好，正屋有2张床，刚好够我们住。小江知青，仓库环境不好，要不你问下其他知青，去他们屋子里挤一下。没事，我独居习惯了，以后小仓库我一个人住。当然可以，我不会再安排人进去。另外放你们1天假去采购天质，记得后天上工。宋宝田简单安排道。接着几个知青各自进房间打扫，齐文君却摸进江叔的小仓库。江知青，要不我帮你打扫一下？我不需要帮忙，谁让你进我屋子的？赶紧给我出去！我只是想帮你，女知青打扫脏屋子太累。听不懂人话吗？再不滚别怪我不客气。你这话说过了，我只是好心帮你。男知青闯入我屋子叫好心，孤男寡女的传出去，我百口难莫辩。滚！江叔把齐文君推到屋外，引得同来知青议论。齐文君也不觉得尴尬，转而去帮沈娇娇。他感叹齐文君为人真好，而江叔这边正想着如何布置房间。得买点报纸来贴墙上，防止土灰掉落，还得在村里买点桌椅、草席啥的。江叔打定主意到村里转悠，用一把水果糖找到个叫狗娃的小跟班，顺带到对方家里拿糖换草席。而找木匠打衣柜和桌椅花了5块7。等他回去已是下午，上工的老知青刚好回院子。大家好，我是知青队长马建国，最早到村里的知青，在这边待了8年。咱们知青要团结互助。马知青，我饿了，现在去哪里吃饭？知青吃饭要自己做，你也可以跟人搭伙，那边的锅灶供我们轮流使用。好麻烦，不会一人去买1口吗？沈知青说笑了，买锅需要工业券，整个知青点只有2位同志买到1口锅共用。不就工业券吗？张梦，我们明天去买口锅分出来吃，但你要负责做饭，到时我多出些粮食。好，听沈知青的。沈娇娇高调的做法令人不满，而江叔也有买锅单吃的想法，却没当众说出。接着马建国分配知青点工作，可沈娇娇连浇菜水都不愿意做，答应每月补贴知青点2块钱，引得部分知青心中不满，但他们只能向现实低头。吃饭了，这顿算我们欢迎新知青。野菜配玉米馍馍，乡下的条件确实艰苦。我爸妈被打成坏分子，说是住在牛棚，那又是过的什么日子？可我不能明目张胆的去找，否则帮不到父母，还会让自己栽进去。咱们就吃这个，没有肉吗？吃肉那是半年前的事了。沈知青，你尽快适应吧。玉米馍馍还是特意为你们蒸的，平时我们都喝稀玉米粥，你要瞧不上留给我们吃。冬梅，少说2句，适应需要时间。江叔也觉得割嗓子眼，但他一经历过末世的人，只要是食物都能咽下。吃完各自回去休息。隔天早上，他们新知青去村头坐牛车前往县城。到县城后，沈娇娇带上张梦直奔国营饭店，江叔则到废品站买报纸和书籍。大爷，这些东西一共多少钱？报纸1分钱1斤，书本2分钱1斤，总的给1块钱吧。比新书划算多了，给我下次需要再来买。好重的，你个女娃拎得动吗？没事，我力气大，该去供销社采购了。江叔没走出多远，听得吵闹声传来。有热闹看，是家庭纠纷吗？快放开我，我都不认识你们，抓着我干嘛？燕燕，娘知道你跟栓子吵架受了气，可家里孩子刚生下来2月，不能断奶呀。燕燕，对不起，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你吵架，孩子不能没有娘。我不叫燕燕，我要报公安了，救命！这画面似曾相识，他们好像是人贩子。下乡寻找即将病逝的父母，不料乡下环境比他想象中要艰苦。可他下定决心改造生活环境，便到县城买生活必需品，却遇见人贩子当街拖人。住手！放开那个女孩！我跟媳妇吵架关你啥事？劝你少管。她是我妹，不叫燕燕。你俩到底是什么人？说。黄了，我们走，有人纠缠不好下手。我不是你妹啊！孩子，你这么诚实干嘛？善意的谎言不懂吗？臭丫头炸我，赶坏我的买卖。就凭你，让你见识下什么叫格斗。江叔回想第2式的格斗技巧，配合被林业略微强化过的身体，将2个人贩子打趴在地。接着公安来把人带走，被救的人上前感谢。你好，我叫陈念，在纺织厂上班，多谢你仗义出手，刚才太紧张没配合好，我请你吃饭吧。不用了，这一幕让我回想起被折磨的日子，所以没忍住出手。我还得去供销社买东西。
我陪你去吧，我舅舅是供销社主任，买东西方便很多的。好，麻烦你了，有些物资的确紧俏。我父母身份不好，留些人脉也好有照应。怎么会没有锅呢？我有工业券。供销社没货，有金条也不管用。什么破供销社，连口锅都没有。沈娇娇又想发大小姐脾气，只见陈念和江叔走到店内。姐姐好，他是我朋友江叔，要来供销社买点东西。同志你好，请问你要买什么？一个水壶，2个搪瓷盆，1个搪瓷缸，还有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有的，马上给你拿。不是说锅卖完了吗？怎么又有的卖？你们搞区别对待，我要举报。那你去举报呗，锅是留给我自己的，现在卖出去不行吗？你欺负人！你快别说了，谁知道要在乡下待几年，我们以后还得来。纯属有毛病，走到哪都能得罪人。给我水果和肉罐头各2个，大白兔奶糖、红糖、桃酥各1斤。小叔，既然不能请你吃饭，但东西你一定要收下。好，那我就不和你客气了。沈娇娇见状气红脸，随后江叔跟陈念道别，坐上牛车往回赶，而他的锅成了车上最亮的物品，不由得让几个老婶子八卦。江知青，你怎么买到锅的？一个朋友帮我开口，售货员就把他的锅让给我了。你在县城还有朋友，他应该不是普通人吧？他在纺织厂工作，父亲是机械厂副主任，母亲在肉联厂工作。出到红星生产队，稍微露一点也好拉人脉。真了不起，以后需要帮忙来找婶子，我最乐于助人。臭显摆什么？这点人脉在我眼里不值一提。沈娇娇满是嫉妒。等牛车到了生产队，几个老婶子要帮江叔送东西回去，他全给婉拒了。回到住处的他拿个肉罐头给马建国。队长，我刚来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往后得靠你们老知青传授经验。这个罐头拿去给大家改善伙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江知青，你这也太客气了，我代表全体老知青感谢你的心意。半年了，终于能吃上一顿肉，搞10斤土豆进去能炖一大锅。还是江知青会做人，不像某些人躲在屋里冲奶粉喝，买10几个罐头舍不得拿1个出来，忘了昨天那顿吃水的粮。冬梅，别说了，听到还以为我们馋他的东西。中午饭很快开火，沈娇娇没买到锅，依旧蹭大锅饭，其他知青大快朵颐，她却一口没动。这有啥好吃的？看着都提不起食欲。张知青，待会给我鸡蛋面吧。娇娇，等我吃完给你煮。那你吃快点，我都饿得不行了。真没救了，说话不分场合，摆明在拉仇恨。江知青在吗？你的家具打好了。吴叔在的，我现在跟你过去搬。不用，我2个儿子已经搬到门口，直接给你送屋里摆好。江叔的小仓库摆上家具，墙和天花板裱上报纸，变得极为舒适。又从体内空间拿出一瓶烧刀子，一条大前门，来到宋宝田家中。小江，你有什么事吗？早说那仓库住不了。我住的挺舒适，刚才去县城买东西，想起大队长去火车站接我们也挺辛苦，给您带点东西过来。太贵重了，小江需要帮忙尽管开口，别跟叔不好意思。还真有，我刚买了口锅，想打个灶自己开火，想请宋叔找人帮我弄下，工钱我来出。谈什么工钱？让我家老大帮你修，1下午搞定，吹干后开灶就能用。宋叔，太感谢你了。随后宋卫民到江叔屋里，他熟练地在后墙开洞留作烟囱，又在一番操作后修好灶。宋同志，谢谢你，喝碗糖水歇息下。真甜，开洞的空缺部分我已用黄泥封好，你看一下还有哪要修的。没了，我挺满意的。那我回去了，记得泥巴干掉再开灶。灶修好，江叔的小屋随之布置完成，独自用一个灶让不少知青羡慕，而他放心不下的还是父母，于是敲定从侧面打听消息的方案。翌日清晨，宋宝田过来分配工作，江知青负责打一杯篓猪草，其他新来的知青男的跑地，女的拔杂草，老知青继续昨天的工作。江知青会做人，打猪草一般是老人和小孩的活。队长，我干不了农活，要不我每月补贴。不行，歪风邪气要不得。你们知青点的分工我不管，但生产队上工要按我分的来做。还有把你穿的布拉吉换了，田地活很脏很累。可我不会呀。不会可以学，我对新来的知青比较照顾，待会看到老知青的农活你们会明白。坚决服从大队长分工。你们要向江知青学习，服从安排，听指挥。宋宝田分完工匆匆离开，
不想再搭理沈娇娇。众知青拿上农具出工，江叔则跟着村里小孩上山打猪草，被狗娃带到秘密据点。江姐姐，这里猪草多吧？就我一个人知道。狗娃子真厉害，姐姐昨天买的奶糖，江姐姐真好，我带回去给奶奶吃，她活一把年纪还没吃过奶糖嘞。真懂事，多给你2颗，你也能吃。对了，那边山脚的破房子也住人吗？那是我们生产队的牛棚，除了养牛还住着几个坏分子，姐姐千万别去那边，和坏分子扯上关系要倒大霉的。爸妈，你们受苦了，我会想办法过去探望。重生回来的我要让你们长命百岁。他整理好心情后开始割猪草，可不得要领的他割得很慢，多亏狗娃帮他割了半背篓。干完1天的活，众知青回到住处，沈娇娇当场哭出声：这不是人过的日子，我的手拔草都拔红了，好疼。沈知青，这才哪跟哪呢？往后的活更苦更累，你不得哭成泪人。你就别再吓唬沈知青了，看他脸都白了。我说的是事实，让他提前有个心理准备，等粮食抢收的时候特忙，连学校都要放假，老师学生一起上阵收粮。活不下去了。你还算好的，我手脚都磨出了血泡。沈知青，我那有祖传的药膏，待会给你拿点擦下。姓纪的又开始了，他是铁了心想攀高枝，吃软饭。不过沈娇娇似乎很感动，见男傻女真般配。江叔听了半截回屋锁门，便躺在床上养精蓄锐。等到了夜里，他起身换上夜行衣，他裹得严实，连亲妈见了都认不出来。打败是夸张了点，爸妈被打成坏分子，我只能小心行事。江叔悄悄溜出屋门，而知青们忙碌1天后睡得很死，察觉不到细微动静。之后他走僻静小路到牛棚外。爸妈，我很快就能见到你们啦。重生70年代，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下乡找到被打为坏分子的父母。当看到父母住在牛棚里，终是红了眼眶。牛棚破烂，漏风漏雨，夏天蚊虫多还特别臭，爸妈住里面太难熬了。谁？爸，是我。小叔，你怎么在这里？文州，你又想小叔了，早点睡吧，明早起来还得铲牛粪。真的是小叔。爸妈，女儿好想你们。江叔跑过去抱住父母，一家3口不敢闹出太大动静，眼泪却是哗哗往下流。可白玉贤很快发现问题。小叔，你不是在京城吗？发生了什么事？没事啊，我特意下乡来找你们，如今是红星生产队知青。胡闹，说你什么好？乡下日子苦得很。反正现在回不去，你骂我也没用，实在生气打我2下好了。这孩子，爸舍不得，你为了我和玉贤下乡，我打心里感动。可我们被打成坏分子，哪怕你在红星生产队当知青，也要跟我们划清界限，不然会连累你的。爸，我懂。牛棚里的其他几人可靠吗？被打入牛棚的坏分子，全是有原则的硬骨头，批斗时改口承认错误的人，落不到这步田地。我给你们带了些食物，有猪肉罐头、水果罐头、新包装压缩干粮，外加10斤大米、10斤白面。江叔拿出不少食物，二老感动中带着担忧。白玉贤抹了把眼泪。小叔，够了，我们平时藏东西的坑不大，多了藏不下的。差点给忘了，还有桶像水一样的药，你们当水喝就行，能强体质，少疾病，记得一定要喝。好，妈记下了，会按你说的做。小叔，你赶紧走吧，以后尽量不要过来，我和你妈不想你有事。爸妈，照顾好自己。江叔不舍得离开，把食物和灵泉水交到父母手中。他觉得这一世父母不会早早逝去。回去的路上心情大好，回到院里却遇见企业的戚文君。江知青，你这是出门了吗？企业上厕所，不用跟你汇报吧？好巧，我刚要去，方便我进屋聊聊吗？聊你大爷！往后再敢招惹姑奶奶，老娘废了你的命根子！别那么野蛮，大家都是知青，会有很多共同话题的。臭流氓，还跟我蹬鼻子上脸，看我断子绝孙脚！江叔出脚踢翻戚文君，转身进屋关好门，想起对方猥琐的笑容，觉得一阵恶心。清晨照常上工，一大早，正在点名的宋宝田就在稻谷场大发雷霆。沈知青怎么没过来？他说昨天干太多农活，身上腰酸背痛起不来，要歇一歇。拔个草叫苦叫累，妥妥的资本家大小姐做派。你去把他喊过来，他要是敢不干，我罚他去扫猪圈。我是不想得罪他，可做人也不能太离谱，整个生产队的人都看着呢。随后宋宝田分配工作，江叔今天也要下地拔草。刚到地里便有人热情打招呼：小江知青，我叫宋艳红，宋宝田是我爹，来，我教你怎么拔杂草。谢谢艳红姐。
拔草挺伤手的，送你副手套戴着吧。哦，稀罕物件，姐可舍不得，留着抬重东西的时候再戴。两人开始拔草，可大方的江叔吸引到几个老婶子目光，立马有人跟他搭话。小江知青，你今年多大了？婶，你关心我多大干啥？随便问问，你一女孩下乡挺苦的，干完活去婶家里做拜，我请你吃顿饭。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如果我儿子能跟他发生点什么，往后日子就好过了。这老婶子算盘打得噼啪响，可在我面前耍心眼，还嫩了点。不用了，我自己有吃的。这孩子，婶好心请你吃饭，咋还不领情呢？前招娣开始道德绑架，作为外来人员的江叔不好跟他争论，却有另一个老婶子跳出来帮腔。别以为人家姑娘傻，看不出你打歪主意，就你儿子那德行还是算了吧，哪配得上小江知青。田翠娥，你太坏了，难怪你家老三会出事，他以后断子绝孙，都是你个娘缺德事干多了，才让他遭报应。我儿子好歹是副营长，看我不撕烂你的嘴。老娘打架还没输过，你过来试试。两个老婶子一言不合打起来，不少人在边上看热闹。江叔急忙劝说：两位婶，不要打了，你们不要再打了。住手！拳头只能挥向敌人，上工时间打架像什么样子？你们今天那功分全扣。大队长，看我的脸被挠成什么样子，田翠娥得赔偿我。婶，这事你也有错，那方面可不敢乱说，搁谁身上不气。全部回去干活，再看热闹，把你们功分给扣了。小江知青还帮我说话，真是越看越喜欢。可惜老三出了那档子事，配不上小江知青。婶，谢谢你帮我说话。谢啥？婶看不惯他那德行，也担心你一个涉世未深的小丫头被算计。婶真好，回头我送你几斤粮，算是补偿今天的工分。不用，婶不要，我儿子可是副营长，家里不缺吃的。我哥也在部队上，不过他是连长。两人找到共同话题，是越聊越熟络。这时却传来尖叫声。沈知青，你笨死了！这一茬地里的花生苗都快被你扒光了，都是白花花的粮食啊！凶人家干嘛？我又分不清草和花生苗。大伙看还意识不到自己错误，你分不清不会问吗？做点事真离谱，他是怎么长这么大的？隔壁村有个男知青更离谱，烧掉大半个粮仓，说是跟驴杠上了。你，花生苗的损失从你工分里扣，上面就是送个活祖宗给我。以前觉得知青娇气，如今跟沈娇娇一比较，其他知青可爱多了。欺负人，你们全都针对我。沈知青，别哭了，剩下的活我帮你干。齐知青，谢谢你，就你对我好。姓齐的也不是简单货色，有你哭的时候。日子一天天的过着，江叔估摸着来之前邮寄的包裹快到了，便找大队长批了假，坐上牛车去县城取。小江知青扛这么多东西，早说一声，我去邮局门口接你。没事，大爷，我能扛得动，麻烦您帮我看下东西。坑，没问题。随后江叔找到陈念，两人前往肉联厂，路上有说有笑。陈姐，乡下婶子给的干山楂，带点来给你尝尝，说是消食开胃。小叔，我收下了，待会你拿几匹瑕疵布走，可不能拒绝。好，我可不矫情。听说肉联厂的猪肉供应紧张，聚晚了拿不到货。放心，有我妈在，弄个几斤没问题。妈，能给小叔哥几斤肉吗？当然没问题。2斤五花肉，8根排骨，1块猪肝，今天只能弄这么多。够了，谢谢阿姨，我一个人够吃上好几天了。不用跟姨客气，上次你救了阿念，我还没正式报答你。您这话就见外了，现在我和陈姐是好朋友，说啥报答不报答。江叔买完肉往回走，半道遇上扛包裹的沈娇娇，对方当场公主病发作。江知青，我拎包裹都快累死了，你帮我拎一点吧。我凭啥帮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咱们下乡知青就该互帮互助，让你帮点小忙，把话说这么绝，太不近人情了。我就不帮你，你咬我啊！小气鬼！拿包裹的知青纷纷到牛车处集合。江叔打量沈娇娇一眼，没想到他这次买到了锅和猪肉，而最后一个乡亲也扛着包裹到来。宋大爷，这是江文州的包裹，待会你给他送过去。爸的包裹应该是哥送过来的，得想办法拿回去拆开，看里面到底装的什么。重生70年代当知青，只为救济被打为坏分子的父母，却偶然发现有人给父母寄物资，可父母日子还是过得异常贫苦，令他十分费解。到生产队了，
拿好各自的东西，别过后又来找我要。机会来了，我拿走父亲的包裹，再把自己被褥、棉袄的包裹留下，最后宋大爷会把剩下的包裹拿给父亲，岂不美哉？江叔暗想的形式，顺手把父亲的包裹带回家，拆开后发现里面有2套棉衣，以及50块钱，一些军用票证，哥哥的照片。他看到后愣住了，估计哥哥不是第一次给父母寄钱和粮票，那为何他们还过得如此艰难？我得弄清楚，就说拿错包裹过去换回来。江叔快步来到牛棚，却见二流子王大治正在抢父亲的包裹。你个坏分子，赶紧松手，不然老子不客气了。我再坏也没你坏，每次都来抢我东西，你好歹给我留点啊！你个没觉悟的坏分子，活腻歪了，看老子不打死你！可恶，你个二流子！江叔见父亲挨打，怒从心中起，冲过去把王大治踹飞。你个抢劫犯才是坏分子，骨子里坏透了。小叔好大的力气，真担心他惹上麻烦，可我又没法与他说话。你为了坏分子打我，我要到大队长那告状，你和他们是一伙人。你去啊，抢劫犯还有理了，告到警察叔叔那，你得蹲大牢。而我是在剔除生产队里的臭虫。他，你等着，敢跟我对着干，你完蛋了。你没机会用那些下流招数，走，跟我去见大队长。江叔拖着王大治往田里走，对方无法挣脱他的怪力。随后两人来到田间地头。小江知青，是不是王大治欺负你了？大队长，这个知青打我，他维护坏分子，把他抓起来改造。小江知青看起来挺文静的，能把王大治打成这个熊样？是这个人倒打一耙，我刚才不小心拿错包裹，打开才发现写着江文洲的名字，便去牛棚准备还回来，结果看到王大治在抢别人东西，我想红星生产队哪能容下这颗老鼠屎，就给他讲了几句道理。抢谁的东西都不对，进去就得好几年。我才没抢东西，是他们主动给我的。王大治话一出口，干农活的乡亲们沸腾了。江叔乘胜追击，坏分子送你东西，你们才是一伙的，你思想觉悟出现大问题，必须得送去改造。怎么办？我似乎中了小丫头的圈套，说抢不对，说送更不对。大队长，害群之马不送公安，会坏了我们红星生产队的名声。我也想把他剔除，可他舅舅在公社是有1号的，还不好招惹。小江知青，王大治确实做的不对，不过你也没啥损失，晚上开个批评大会，让王大治自我检讨一下。江叔听出宋宝田的意思，打算把这事给接过去，他心中自是不爽，可没法忤逆大队长。而这时2个公安到来。江叔同志，我们又见面了。黄局长，是需要我配合调查吗？不，上次你帮我们抓获2个人贩子，昨天正式结案，我是特意过来送锦旗感谢的。见义勇为，青年楷模，黄局长太抬举我了。江知青受得起，另外还有50块钱和100斤粮票奖励，算是奖金。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员，对付坏分子是我的责任，奖金就给需要他们的人，我捐给咱们红星生产队助力生产。我空间里几个亿的物资，这3瓜粮早不如拿来做人情。江叔做出捐献决定后，当即受到乡亲们一致表扬。还是江叔知青思想觉悟高啊！咱们生产队能有江知青，是全体队员的荣幸。50块说捐就捐，我发自心里佩服。江同志，往后有苦难随时来找我们公安，我们一定鼎力相助。黄局长，他抢劫，坏分子自然有人会惩罚，但抢谁的东西都不行，人民财产不容侵犯。随后黄志明到牛棚处问话，得到相应口供，接着将王大治带走，这让宋宝田很高兴。这个生产队毒瘤偷鸡摸狗拔大蒜，抓得好，公安直接来生产队拿人，他舅舅就赖不到我头上了。真羡慕江知青，他跟乡亲们彻底打成一片了。羡慕也没用，江知青抓的可是歹徒，我遇到那种情况估计会吓尿。老知青们羡慕到不行。随后宋宝田亲自请江叔到家里吃饭，这在整个红星生产队都是极为少见的。等他回到住处，却听见有人嚼舌根。又要上工了，凭啥大队长给江叔批1天假，给我们只批半天？沈知青不用心理不平衡，现在江知青是红星生产队的大功臣，大队长肯定要厚待。娇娇，你的活我帮你干了，你歇着就行。沈知青，你对象对你真好。你们可别乱说，我还没答应齐知青处对象呢。就你这豆腐脑，哪架得住齐文君的糖衣炮弹？江叔把他当个乐子看，接着动手剁肉和面，将2斤肉全给做成肉包子。等蒸好后，他一连吃下4个。他又把猪肝1分为2，再拿上一些包子，分别给宋宝田和田翠娥送去。
娘，白面包子，我先吃一个尝尝味。一共就10个包子，家里有9口人，什么时候轮到你先吃？把家里人叫出来分着吃。我去叫行了吧？这防我跟防贼一样，至于吗？跟小江之青没法比，他人漂亮，干活打架厉害，厨艺一绝，娶回家当儿媳多好。可惜老三下面出了问题。江叔这边已吃饱，在养精蓄锐，等夜深后便穿上夜行衣前往牛棚，再次给父母送物资。小叔，你来了，白天的事我可一直揪着心，下次可不能乱来。爸，我心里有数，哥不是第一次给你们寄包裹了吧？小燕每隔几个月都会送包裹过来，可王大志每次都来抢，而我们是坏分子，都没地方申冤。可恶的王大志，上世若不是他抢我爸妈的东西，二老也不会病逝在冬天，他就是罪魁祸首。等他从牢里出来，定让他付出更惨痛的代价。小叔，你怎么了？爸，我没事，尝尝我亲手做的肉包子，可好吃了。我女儿手艺真好，玉贤叫乔老、魏老他们过来吃，顺便给小叔介绍一下，他们几个都是个行业的精英，如若有朝一日能平反，他们对小叔未来发展作用很大。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强太多。等几人到齐，姜文周介绍牛棚里的人才，有部队首长、老中医、经济学教授，2个科研工作者。而江叔秒懂父亲用意，当场开了2个水果罐头，赢得几人称赞。随后江叔回到住处睡大觉，隔天上公路上却遭老婶子堵在半道。你个死丫头，贱蹄子，扫把星！我家大志被你害惨了，要被判刑，你知道吗？看老娘今天不打死你！好泼辣的老婶子，4周也没个人，要不把他踹茅坑里。李兰花，你敢自己没管教好儿子，怪别人，我看你也该进去改造。你胳膊肘往外拐，赶紧滚开，别多管闲事，不然老娘连你一起收拾。我可不怕你，谁都不能欺负小江之青。小江之青，快来帮忙啊！婶子，我来帮你。哈！知青打人了，打死人了！你竟然敢打我头！江叔顺势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你还个人先告状，玩赢的谁怕谁？看我饿不死你！什么情况？那我该怎么办？重生70年代当知青，把抢父母东西的混混送去彩虹认鸡，对方泼辣的母亲半道来堵他，几人言语相激动了手，他立马躺地上装死。李兰花，你杀人了！你拿砖头砸小江之青的头，这下把人砸死了吧？你别瞎嚷嚷，我都没打到他脑袋。我亲眼看见的，你还不承认？最好祈祷小江之青没事，不然你要填命。这死丫头肯定是装的，她想讹人。李兰花心里慌的一批，争吵声引来宋宝田和不少乡亲，看到江叔躺地上都怒了。田婶子，你下手咋那么重？小江之青被你打到不会动了。李兰花，你撒泼也得有个度。小江之青昨天给队上捐了50块钱，100斤粮票，那是天大的恩情。若他出了啥好歹，整个生产队都饶不了你。我不是故意的。现在送小江之青去医院。李兰花，所有医药费由你来出。凭啥？你打了人肯定得出医药费，还是说我直接报公安？爷，我出。大队长您别生气。对，吓死他，让他泼辣，敢来半道上堵我。等等，送医院还不得穿帮？赶快来个人帮我。送医院路太远，牛棚不是有个老中医吗？让他先过来瞧一瞧，看情况再说。魏仁忠是坏分子，能给生产队知青看病，也算他的福气。快去请！几个老婶子把江叔抬回屋，不多时魏仁忠到了，把脉时发现了猫腻。丫头脉搏跳动平稳规律，体质状的四牛一般，没有一点问题。上一个体质如此好的人，还是田翠娥家老三宋时琛。魏老头，你倒是说句话。江之青有些轻微脑震怒，我给他开几副药，在卧床静养一段时间，还要补充营养，养1-2个月能痊愈。魏老，多谢了，这个掩护打得好，不枉昨晚给你开罐头。我也听不懂啥病，那就养着吧。李兰花，江之青没法上工干活，他这段时间的工分从你那扣，另外再给人家20块钱20个鸡蛋。大队长，这赔偿也太多了点。我是在帮你。现在小江之青和公安黄副局长的关系，你应该知道的。等他醒来，可不就这么说了。我赔就是了。小贱蹄子，你等着，我遭受的所有损失，以后会一并讨回来。之后魏仁忠说江叔需要休息，田翠娥主动留下来照顾，其他人则去上工。小江之青起来吧，人全都走了。
婶子，你咋知道我装的？也太聪明了吧！你那点小心思我能不明白？鬼精的还会讹人？那可不，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两人很聊得来，差点没去结拜姐妹。下午时，李兰花把赔偿送来，便恶狠狠地离开了，而江叔只收起10块钱。翠阁婶，多亏你帮我打掩护踩了到钱，咱们一人一半才对。这哪行？你讹来的全部归你。婶，你出力了得拿一半，你不收，回头哪天奸我咋办？收了咱们才绑在一条贼船上，不用担心你揭穿我。成，婶收了钱，咱们在一条贼船上绑得死死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江叔获得2个月长假，每天从空间里拿牛排、鹅肝、鱼子酱出来吃，没事还敷个面膜保养，日子过得舒坦自在。反观沈娇娇每天下地干活，都快晒成黑炭了。爸，我受伤了，流一地血，疼死人了。沈知青，怎么了？只是割破手指啊。叫那么凄惨，害大家丢下手里工作过来看，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把整条胳膊卸了。沈知青，你要学会成长，不能一直如此矫情。针对我，全部人都在针对我，人家都受伤了，你们就不能关心我一下吗？娇娇，别哭了，我来给你包扎伤口。还是文君好，我私底下答应和他处对象是对的，等家里的票挣到，买点好布料给他做身新衣服。沈娇娇包扎好伤口，便跑去找宋宝田。沈知青，你有什么事？大队长，我手受伤了，要请几天假回知青点休养。沈知青脑子又坏了，破个口子也想请假，一点小伤请啥假？你下乡当知青是来锻炼自己的，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大队长，你偏心，江知青受伤你就给他批，我受伤却不给批。你和江知青能一样吗？人家是脑震动，你只是皮外伤，继续出工干活就对了。你诚心偏袒江叔，搞区别对待。宋宝田懒得搭理沈娇娇。江叔去县城取包裹，被以萧淑芬为首的2个小混混拦住去路，打算用东京制造报复江叔。有毒的草总开着迷人的花，爱你的人说着你爱听的话。干完一天农活的沈娇娇一回来就看到江叔悠哉悠哉地坐在知青点的院子里，瞬间不满，狠狠瞪了一眼江叔，然后气呼呼地跑回了屋里。这女的莫非不是有毛病吧？竟然给我甩脸子！第2天下雨，红星生产队全员窝工。江叔收到通知进城拿包裹，而沈娇娇等几个知青也在牛车上。等到了县城，江叔直接去找陈念，送给对方从21世纪带来的丝巾，因为他深知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丝巾？听朋友说好贵重的，在市里百货大楼都是紧俏货，这怎么好意思收？陈姐，你别跟我客气，这是亲戚从京城寄来的，我下乡跑土没机会带，正好有2条，你和沈一人1条。那我收下了，走，找我妈去，让她给你多弄点肉。好，这几天挺馋肉的。妈，这是小叔给咱俩送的丝巾，是京市的高级货，你看这丝巾够漂亮的吧？谢谢小江，阿姨今天要给你带1头猪作为回礼。阿姨，现在天气太热，我一个人吃不完，你给我弄1斤就行了，再给我弄2根排骨。陈母很快就给江叔拿来1斤肉，还有2根排骨。江叔拿到东西，和陈念聊了会儿，便告辞返回了。我还是要多走动走动，要不时间久了，关系就会逐渐冷淡，以后再找人帮忙，可就不好意思开口了。就在江叔准备回到牛车上的时候，被2个彪形大汉拦住去路。淑芬大姐大，又是这个娘们，上次抓咱们的人给帽子，真是太窝火了。折在一个小娘们手里，真够废物的。今天就把她抓住，玩一玩还能卖个好价钱。听淑芬大姐这么说，几个小混混像饿狼一样朝着江叔走过去。虽说江叔坑了他们的兄弟，可这女人的长相姿色确实没得说，瞧那娇嫩的脸蛋，估计都能掐出水来。要是能给我大新儿子做媳妇，其实也挺不错。老弟先等下，小姑娘怎么样？害怕了吧？如果害怕，你现在求饶可是还来得及。屁话真多，老不死的今天你惹到我算是倒大霉了。好，敬酒不吃吃罚酒，小老弟们给我上！听到指令，这2个混混准备了东京制造，只要靠近江叔，直接捂住他的口鼻，就能将人整晕带走。可他们到底是太低估江叔了。我最近一直喝空间的灵泉水，身体强悍的可以打嘎1头牛。既然你们送上门，我正好练练手，嘿嘿。小混混2个人刚走到江叔跟前，还没来得及出手，江叔便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出手，3下5除2就将这几人给撂翻在了地上。出手太快了，根本不给这几人反应的时间。这个小娘们竟然是高手！江叔看着被自己干趴在地的几人，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我怎么莫名其妙的被这些混混给盯上了？你们是谁？为什么要对我动手？我在江湖也好歹也是一个狠角色，这让同行知道了我再到一个小丫头手里，以后还怎么混？如何镇得住手下的小弟？无论如何，我是不能开口的。
哎，大姐，你是头吧？姑奶奶给你一个机会，再不老实交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大姐大哼了一声，一脸不屑地将脸转了过去。还真是个硬骨头啊！江叔冷笑一声，脱下大姐大的鞋，然后对着大姐大的脸狠狠地抽了2下。还敢顶嘴，看我抽干你！大姐大不仅被打得脸上吃痛，同时被鞋子的臭味熏得想吐。黄毛丫头欺人太甚，今天你不弄干我，我早晚会弄干你！快来人呀，快来人呀，打老太太了！随着大姐大的一嗓子，不少热心人士都围了上来。你觉得大家会相信你说的话吗？一看那2个小混混就不是好人，你想赶我？不好意思了，你没机会了，因为我这就送你去帽子局了。姑奶奶撬不开你的嘴，相信帽子同志肯定能撬开。麻烦谁帮我报一下帽子？我抓到了几个不法分子。见大姐大几人看起来凶神恶煞的，确实不像好人，立马就有热心群众帮忙报公安去了。此时的人群中，回乡探亲的宋时琛和许建设正目睹这一切，两人差点没惊掉下巴。宋副营长，这姑娘身手真牛掰，估计我都不是她对手。身手确实不错。这姑娘身手好，长得也很漂亮，就是有点太凶了，感觉不好招惹啊。其实女人凶一点也无妨，谁规定女人就必须柔情似水呢？两人讨论间，黄志明戴帽子赶到，看见江叔不免心头一惊。小江知青，你又抓到坏人了。对，黄局长，这些人想暗算我，我觉得他们肯定不是好人。江叔说着，将方才的具体情况说了一遍。黄志明了解清楚情况后，准备带这几人回局子里盘查。抓人的时候，忽然发现了大姐大的脸很眼熟，这个人好像是饭团伙头目萧淑芬，通缉令还贴我办公室呢。如果这人真是人贩团伙的头目，那我们嫌帽子就破获了一桩大案件，到时候上头很可能大力表扬我们局子。小江知青，谢谢你这次又帮我们帽子抓获了坏分子，这些人贩子可恶至极，若是将整个团伙连根剿灭了，能拯救多少妇女孩子啊！此时黄同志无比佩服江叔，小丫头身手真是了不得，上次我就见识过了，这次真没想到她又凭一己之力抓住了3个恶汉。那个黄局长，你要是真心感谢我，回头再上我们红星生产队给我发一面锦旗。我这个人有点虚荣，就喜欢别人称我为人民英雄。这是应该的，打击坏分子的事值得宣扬。随后黄志明将大姐大几人直接带走了，江叔随即拎起自己的东西朝牛车的方向走去。这女人真有意思。沈副营长，你家是不是就住在红星生产队啊？那姑娘好像就是红星生产队的知青，你认识她吗？我从来没有见过江叔。走，陪我去供销社买点东西，这么就才回家一趟，不能空着手。此时的江叔已经到了牛车这边，坐车的人就只有沈娇娇和齐文斌还没到。乡亲们看到江叔手里的肉都露出羡慕的表情，不过大家对江叔的羡慕很快就被转移了，因为此时沈娇娇骑着一辆自行车朝牛车这边赶了过来。哎呦，沈知青，你这是买了自行车了？对，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沈知青，你的家庭条件真是太好了，自行车都能买得起。这算什么？我父母还有小轿车呢。啥样的家庭啊，还有小轿车？难怪沈娇娇那么娇气，原来出自富贵人家。齐文斌听说沈娇娇家里还有小轿车，一时间也是激动万分。我现在傍上了沈娇娇，往后做了沈家女婿，靠着沈家的关系，还愁没好日子过吗？我来是通知宋大爷的，不用等我了，我有了自行车，自己骑车回去就行。上集，沈娇娇骑着28单杠自行车嘚瑟回乡，没想到一个没注意，直接掉进了泥潭。娇娇，快来人呀！有人掉进泥潭里面了！听见齐文军的呼喊，驴车上的人赶紧跑过去救人。就在那里，娇娇就在那里。江叔扒开灌木丛，探着身子往下看，的确，泥潭里正在挣扎的是沈娇娇。怎么办？娇娇快沉下去了！闭上你的狗嘴，吵死了！谁带了绳子？小江知青，我这里有根绳子。行，你们退后。随后江叔一甩绳子，绳子正好套在了沈娇娇的脖子上。大家一起往上拉。小江同志，把绳子套在小沈脖子上，不会溜坏了吧？没关系，他的命硬，一时半会嘎不了。就这样，在大家齐心协力下，终于把沈娇娇从泥潭中拉出来了。还有气！我先回去找人，你们不要动这丫头。小齐知青你留下，剩下的跟我回去找人。宋大爷驾着驴车飞快地朝着山下村里跑去，江叔垂着头等着宋大爷找人来。突然，齐文军大喊了一声：“野猪！小江同志，野猪来了！”齐文军本来想跑的，但是看到沈娇娇躺在地上，开始犹豫起来，但是腿却不由得哆嗦了起来。带着沈娇娇先走，跑得越快越好，野猪我来处理。齐文军也不带犹豫的，因为此刻他真的害怕了，扛起沈娇娇就躲在了草丛中。江叔深吸一口气，双腿一沉，等着野猪的攻击。野猪一跃而起，张开恐怖的獠牙，冲着江叔就飞给了过来。江叔不躲不闪，一个转身就骑在了野猪身上。江叔死死攥住野猪的獠牙，任凭他如何挣扎扭甩，都甩不脱他的手。随后，江叔从空间掏出一块石头，狠狠地朝着野猪头上砸去。随着野猪的一声惨叫，一头几百斤的野猪就这么倒下了。这小江同志也太恐怖了，竟然徒手劈死了一头猪，太可怕了！我的妈妈呀！江叔一屁股坐在地上，剧烈地喘息着。
前世别说大野猪了，就是见到一只土狗我都绕道走，鸡都没杀过一只，这重生过来就干掉一头野猪，也太刺激了吧。江叔走到祁文君跟前，愣着干什么？扛着沈娇娇下山，要不一会再来一头野猪，我可是应付不了。大山深处隐隐约约传来一声狼嚎。夜晚的山林危机重重，血腥味不知会引来什么呢？不能在这待下去，得尽快下山。江叔看了一眼地上的野猪，又看了看吓得尿裤子的祁文君，惋惜地叹了口气。回到知青点，祁文君把上山遇到野猪的事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给马建国，而且重点夸了自己多么的勇敢。为了保护小江知青和沈知青，我当时都豁出老命来了。当时我哐哐一砖头就把野猪干倒了。江叔听见祁文君的话，白眼简直翻到天上了。真他娘晦气！爸妈，我回来了。小叔子回来了。田翠娥一听是小儿子回来了，立马冲出了屋子。儿子，爸妈想死你了。宋家其他人也都从屋里走出来了。王金花这个当嫂子的见到小叔子回来，同样非常高兴。她倒不是对小叔子有什么不轨的想法，主要是惦记小叔子带回来的好东西。小叔子身上扛着的几个包裹可都是鼓囊囊的，不知道带了啥好东西。小叔子是部队里的军官，在部队的津贴待遇非常好。虽然每个月小叔子都会给家里寄钱寄票补贴家用，可大部分钱票还是在他自己兜里。以往每次回来都会给老两口带不少好东西，这次肯定也不例外。呵呵。王金花低头看到宋时琛手上还拎着一条大鱼，一吊五花肉。哎呀妈呀，白花花的肉肉啊！王金花就不由得往肚子里咽起了口水。小叔子回来，家里的伙食水平就能跟着提升许多。王金花对待宋时琛的态度那叫一个热情，眼睛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太好了，爹娘天天在家念叨你呢。哎呦，你又带了这么多东西回来，扛着很累吧？看着王金花那副殷勤劲儿，田翠娥早就将她的心思看透了。王金花表面上在对宋时琛说话，眼睛却一直死死地盯着老三的包裹。不用说，肯定是打上了老三包裹里东西的主意。这个老二媳妇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势利眼，有便宜占的事，永远冲在最前面。家里但凡搞到点好东西，她都一定要占一份。老三带回来的东西是孝顺我们老两口的，凭啥让王金花占了去？如果说王金花这个儿媳妇是个知道感恩的倒还好，可王金花偏偏是个白眼狼，你就算将整颗心都讨给她，她也不会感恩的，吃里扒外的东西倒贴娘家。这会儿见王金花要接宋时琛的包裹，田翠娥抢先一步把她拦住了。不用你费心，老三的包裹自己送回屋就行。你这么关心你小叔子，还不赶快给他端杯凉茶过来？这会儿天气这么热，走了一路，老三肯定渴了。田翠娥说着，偷偷给宋时琛使了一个眼色。宋时琛立马心领神会，将包裹送进了房间，不给王金花接触的机会。婆婆竟然把我当贼一样防着，气死我了！王金花不情不愿地去到厨房，给宋时琛泡了一杯凉茶。老三媳妇，收拾完一会去河边把全家衣服洗了，听到没有？宋时琛，不要想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你不要想着去我家提亲，我知道你那方面有问题，娶不上媳妇。而我也算咱们村的村花，你们家肯定有娶我的心思，但是从小定的娃娃亲不能作数的，那都是封建思想。宋时琛一脸懵逼，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休息，就被这个女的叫出来了，心中怒火中烧。这时候江叔正拿着凉茶去田翠娥家吃饭，不巧碰到了这一幕，吓得赶紧躲到了树后面。打，你想干什么？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我会跳起来打你膝盖的。虽然你长得人模人样的，但是我有底线，不会妥协的。你是谁？你说什么？你叫什么名字？你竟然不知道我的名字！田小草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也努力睁大。你是在玩欲擒故纵吗？我劝你放弃吧，我是不可能回心转意的。就在刚才之前，我脑海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错觉让你以为我会娶你？这些话像是一道天雷，直接劈在了田小草的头上。他抬头看着面前这个冷峻阴鸷的男人。小时候你还说你要娶我的，让我等你。好了，那我现在告诉你，我不想娶你。还有事吗？没有的话我走了。就在宋时琛转身的那一刻，江叔整个人如遭雷击，瞬间怔在了原地。是他。上一世江叔死后灵魂在外飘荡，可能是因为执念太深，来到了父母身边。父母是被下放过来的，死了之后直接被扔在了乱葬岗，都不能入土为安。江叔守在父母的身边彻夜哭泣，可是那时候只有魂体的他，并不能为父母做什么。在最绝望的时刻，江叔看到一个男人来到乱葬岗，帮他父母收了尸，还给他们挖坟埋葬了。那一刻，江叔就认定这个男人是他最大的恩人，若是有来生，他一定会竭尽全力报答他。没想到真遇到了这人，这个男人原来叫宋时琛呀，名字真好听。宋时琛走后，江叔从树后面出来，看到田小草因为生气正在地上挣扎，脸色已经变得青紫，脸上的青筋暴起，
显然已经快要缺氧晕厥。要是田小草嘎了，那就是犯法。那我以后怎么报答我的恩人？江叔啪啪2巴掌打在田小草身上，把凉茶直接泼到了他脸上，然后开始掐他人中。田小草好久才缓了过来，眼泪刷刷的往下掉。宋时琛刚才想嘎了我，小江之青你看到了吧？我要告他，我要让他身败名裂，你到时候替我作证。江叔嘎嘎一乐，去你的，告你个头！我可没看见，我有事先走了，你赶紧收拾收拾回家吧。很快江叔来到了田翠娥家，就看见站在门口的宋时成。这不是今天收拾淑芬大姐大的那个人吗？小江知青 K 进屋坐。田翠娥见江叔犯花痴般的盯着自家儿子，就猜测他肯定是被儿子的外貌给吸引住了。我家老三确实长得好看，哪个不喜欢相貌英俊的帅小伙？如果搁在以前，我肯定会毫不犹豫撮合两人，但是我家老三那方面出了问题，可不能把人家往火坑推。小江知青，这是我家老三宋时称。难怪沈今天这么开心，原来是儿子回来了。老三，这姑娘是小江知青，她的大名叫江疏，和大队里别的知青不一样。小江知青可有本事了。你好，我早就听婶儿提过你了，你是军人，是人民的英雄。好了，小江知青，饭菜还没做好，我去接着忙活。婶子，我跟你一起去吧，我也露两手。这个男人我是看上了，可是眼神太冷淡了，看来我得好好刷刷存在感了。你是客人，怎么能用着你呢？你快休息吧，老二媳妇，饭赶紧的做。好嘞，婆婆真是偏心到她老祖宗家里了。宋时称这边在外面劈柴，江叔就站在旁边看着。不一会，宋时称就汗如雨下。江叔知道自己的表现机会来了，拿着一碗凉茶就送了过去。渴了吧？喝碗凉茶。宋时琛看着盈盈一笑的小知青，只觉得一阵心神迷离，情不自禁地滚动喉结。本来这丫头就生得好看，现在又冲我这样笑，真跟会勾魂的狐狸一样，勾得我心痒痒。你放心，这水我没有喝过，碗也是干净的。谢谢，我只是走神了，没有嫌弃你的意思。这男人真是秀色可餐呀。这小知青的眼神怎么像老虎？江叔在田翠娥家吃完饭已经晚上了。哎呦，天都黑了，小江知青自己回去可不安全。是呢，婶子，我自己一个人好怕怕。旁边的宋时称听到江叔这么说话，差点把下巴惊掉了。他害怕，徒手撂倒几个大汉人呢，害怕。这样吧，婶子，我觉得让宋时称同志送我回知青点最合适。那老三就辛苦你了。一路上，宋时称不说话，江叔只能开口。宋时称同志，听说你是部队的军官，具体是什么级别的呀？副营长。宋同志，那你可真厉害，在没有背景与人脉的情况下，从普通士兵升到副营长，真乃人中龙凤。借着昏黄的灯光，看着江叔笑面如花的样子，宋时称一时间看出了神。保卫国家是我们军人的职责，也是我们永远的信仰。很快两人达到了知青点。宋时称，谢谢你送我回来。这男的好帅呀，这个小江知青真有本事。这男的好像是田翠娥他儿子，好看有什么用？据说当兵的时候那方面受不过伤，已经不是男人了。是吗？哈哈，没想到小江知青好这口。通知！红星生产队今天全体放假1天。趁着休息日，好多小知青结伴上山打猎。江叔本来没有兴趣，但听到消息说宋时称也去了，瞬间来了兴趣。这不就是为我创造偶遇的机会吗？正好上山搞点菌子和野味，送去给田婶子。随后江叔背着背篓上山了，突然草丛窜出一只野鸡。命这么好的吗？江叔害怕惊动野鸡，抬起脚慢慢的落下，可是他还是小瞧了野鸡的警惕性。江叔的脚刚踩到地上，野鸡拍了2下翅膀就飞走了。沈娇娇听到声音走了过来，视线就看到一只野鸡飞走了。哎呦，小江知青，你真厉害，上山就看见野鸡了。江叔没有搭理沈娇娇，继续往山里面走去。眼前出现了一片鲜艳的菌子，鲜艳的菌子有毒。江叔避开，挑选了一些常见的菌子，采完后一回头看见了刚才跑掉的野鸡，直愣愣地站在他的后面。江叔见野鸡没有动，拿起旁边的一块石头朝着野鸡的头上砸过去。什么狗屎运！江叔为了不被发现，把背篓的蘑菇拿出来一些，将野鸡放到了背篓最底层，然后用一些蘑菇盖住了。随后江叔开始边走边环顾四周，寻找宋时称的位置。就在江叔坐下来休息的时候，突然树林传来沙沙的声音。我靠，什么运气！2天碰见2头野猪，看来又是耗体力的活。猎嘎时刻开始。江叔摆好了姿势，准备一刀嘎了野猪。突然余光看到不远处有一道人影。宋时称，妈呀，看来我不能表现得太凶悍了。男人都喜欢温柔的女人，不喜欢彪悍的，怕回去镇不住。我要给宋时称营造英雄救美的机会。宋时称同志，救我救我！宋时琛抬眼便看到朝自己跑来的江叔，以及他身后追上来的一头大野猪。在山里遇上野猪是非常危险的，小江同志，快上树！宋时琛靠在一棵大树边，随后2手交叠，双腿微曲，摆出一个半蹲的姿势。江叔立刻就领会了宋时琛的意思，他是想让他踩着他的手爬到树上，以此躲避野猪的攻击。
这小江同志的身手一般人真不能比，赶上女特种兵了，我就没见过谁家小姑娘这么厉害的。等江叔上了树，野猪也冲到了近前。宋同志，你小心啊！随后宋史称拿出绳子，看似随意一丢，结果绳子经过一段飞行，不偏不倚地套住了野猪的脖子。随后宋时称有谋足了劲，把绳子绑在了树干上，野猪用尽全力挣扎，发出了凄惨的吼叫声。为了防止野猪逃跑，宋史称拿出萝卜刀，直接一刀封喉。这么勇猛的男人，真是太有魅力了。这野猪估计有300多斤，弄下山给队员们分一分，估计每家都能分到不少肉。我来上山这么半天都没有看见野味，没想到这丫头一出现就有这么大的收获，是该说她运气好呢，还是运气不好？好了，小江知青，安全了，你可以从树上下来了。宋同志，太高了，我不敢跳，你能不能借我一下呀？好，你往下跳，我接着你。说完，宋时称张开了双臂，江叔一跳，正好落在了宋时称的怀抱中。抓住机会，能开油的机会可不多，嘿嘿。宋时称抱着江叔，只觉得江叔身体软软的，一瞬间心底生出一股异样的情愫。小江知青，已经安全了，你可以放开我了吗？宋同志，我刚刚跳下来扭着脚了，好疼，你背我回去。真的？哎呦呦，疼死我了。随后宋史称背起江叔，大步朝山下走去。送完江叔，宋时称去找了大队长。宋宝田一听有野猪吃，笑得合不拢嘴。现在正是农活最累的时节，队员们干的活重，又吃不到啥好东西，所以这段时间大队里的人都叫苦不迭。若是能分到点猪肉，吃些欢欣的东西，大家肯定都会非常高兴。宋时琛打到的这套野猪，对于我们红星生产队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野猪肉很快被分到了个人手里，野猪因为是宋时称捉到的，他被分到了30斤。宋时称打算匀出一半给江叔，江叔这边正在躺在屋子里，翘着2郎腿，左手吃着从空间拿出来的冰雪糕，右手烤着从山上打来的小鸡。小江知青，你出来一下。一听宋时称的喊声，江叔猛地一怔，确认是宋时称叫的自己，赶紧把一半的雪糕和一半的鸡肉丢进了空间。随后江叔拄着拐杖一扭一扭地打开了门。宋史称同志，你特意来找我的吗？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大队分我30斤的猪肉，我觉得这次我能猎杀到野猪，主要是你的功劳，我分你一半。我不要，这肉我不爱吃，你给我也是浪费。那好吧，你不要算了，我自己拿回去了。那你走得这么果断，他好像不想和我有过多的牵扯呢。完了，是不是对我不感兴趣？我这么主动，竟然对我不感兴趣？化悲愤为食物吧。随后江叔从空间拿出了5袋螺蛳粉，又拿了一瓶冰可乐，大口的炫起来了。真是悠哉。接上集，因为有野猪肉加餐，老知青们都吃得喷香，但沈娇娇是个例外。尝了一口野猪肉之后，沈娇娇直接吐了出来。呸呸呸，这是人吃的东西吗？给狗吃狗都嫌弃，恶心死了！怎么这么柴这么腥，简直比树皮还难吃。众知青吃得正香，一听这话顿时火冒三丈，他们吃顿猪肉还要被鄙视。沈知青，浪费粮食是很可耻的行为，你既然不爱吃，怎么不把猪肉让给别人吃？大队长好心给你分猪肉，可不是让你往外吐的。沈娇娇被许冬梅扣上这么大一顶帽子，眼眶顿时红了起来。哼，你们欺负人！娇娇，咱们别生气，他们就是嫉妒你，乖宝宝。沈娇娇也自知理亏，并没有争辩，就气呼呼地跑回了房间。齐文斌一看这情况，立马就跟着进了沈娇娇的房间。第2天中午，知青都在农忙，突然沈娇娇和许冬梅对骂了起来。沈娇娇，我都快被你拖累死了，你干活怎么那么慢？我从来没见过比你更没用的人。咱俩分到一个小组，忙了一上午，活儿基本都是我干的，你完成了多少？我又不是故意不干活的，我的速度最多只有那么快，干一会儿就累了，实在干不动了，我能怎么办？你说干不动就干不动了，我怕你就是矫情。沈知青，你是没听清大队长说的什么吗？咱们什么时候干完了什么时候收工，就以那个乌龟速度，咱俩今天非得熬个通宵不可。许知青，我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刚下乡，还没习惯这种劳动强度，干不动不很正常吗？你有必要逮着我不放吗？你身为老知青，一点都不帮扶我们这些新知青，太自私了。沈娇娇说着，委屈的大哭起来，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许冬梅听到沈娇娇的话，再看她那副样子，气得牙根痒痒。不知道整天哭什么哭，搞得像他才是受害者，明明倒霉的人是我啊！沈娇娇这么一哭，知青们都朝他们2人看了过来。齐文斌作为沈娇娇的忠实舔狗，这会儿自然要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女神。许知青，娇娇从小到大都没干过什么重活，没吃过苦。作为一同下乡建设农村的新青年，咱们之间不应该互相包容、互相帮衬吗？齐知青，刀子不落在你身上，你是不知道疼呀。既然如此，那就换你去和沈知青一起干活，好不好？你要是同意换，我保证不会再骂沈知青一句。听到许冬梅的话，齐文斌忍不住身子一颤，打了个激灵。沈娇娇什么样的德行，他比谁都清楚。在干活方面，沈娇娇确实是废物。
哎呦，齐知青，你不是心疼你的宝贝娇娇吗？怎么这会儿又不想和她同甘共苦了？难道你对沈知青表现出的心疼与体贴都是装的？许冬梅这话一出，齐文斌的眼底顿时闪过一丝慌乱与心虚。齐文斌被架了上去，这会儿是不同意也得同意了。换，我愿意换我和娇娇一组，你满意了吧？文斌，谢谢你，你对我真好，这里只有你是我的依靠。齐文斌扯起嘴角，装出一副非常深情的样子，冲沈娇娇柔声道：娇娇，你说这些干啥？我是你对象，我不对你好，还能对谁好？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像许知青那么苛责你。你干不动的活儿，我来帮你干。江叔在旁边默默地看了一场热闹。齐文斌还真是个有魄力的舔狗，难怪能把沈娇娇搞到手。不过我可没有闲工夫搭理他们2个。随后江叔回知青点煮了饮凉茶，悠哉地去田翠娥一家。江叔过去的时候，田翠娥一家人还没回来，宋时琛在家。此时的宋时琛刚劈完柴，累得一身汗，用旁边的一桶水。哎呀妈呀，这是什么福利？这个宋时琛1.8米多的身高，绝对称得上高大。因为当兵经常训练的缘故，身上的肌肉真的很健硕。啧，这身材是真有料，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太带劲了。江叔越看越心痒难耐，忍不住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快把他馋坏了。而此时的宋时琛警觉到有一道炙热的目光在盯着他，他敏锐地转头朝门口看了过去，抬眼便看到了江叔。两人视线相撞时，江叔有一丢丢心虚，宋时琛被江叔搞得有点不知所措，钻进了屋里。片刻之后，便换好了衣服，从屋里走了出来。小江知青，你来我家有事吗？我是来感谢你的，煮了点凉茶送给你。举手之劳，我娘他们还没回来，你先进屋坐一会儿吧，晚饭就在我家吃吧。这时候当然不能跟他客气，这可是增进感情的好机会啊。江叔就像在自己家一样随意，找个板凳就坐了下来，还翘起了2郎腿。这时候王金花拿着一条鱼出来准备炖了，抬眼就看到江叔的坐姿。小江知青还真不见外，太放得开了。很快田翠娥一家拿着锄头回来，看见坐在院子的江叔，瞬间喜上眉梢。田翠娥想着还是要提前告知江叔他们家老三的情况。小江知青，你真是个好姑娘，婶儿都想让你给我当儿媳妇了，可惜婶儿没有这个福气。我家老大老二都结婚了，至于老三，外在条件是不错，可是那方面有问题，婶儿可不想让你嫁给他守活寡。婶儿，这有啥？这结婚过日子的女人就图男人有没有本事，对他好不好，那方面的事不重要。小江知青，你年纪小还不懂这些事，这金窝银窝都不如被窝里有个肉虎的男人。等你以后年纪大了，经历的多了，你就懂了。气死我了！好不容易吃上一顿细糠，没想到这个小江知青又来了。大嘎你这条死咸鱼！连你也欺负我！你这个挨尖刀的！王金花此时正在舔舐嘴角，回味着红糖水的滋味。宋时琛看到这一幕，不悦的蹙眉，随后对王金花提醒道：嫂子，这红糖水是我特意给人家小江泡的，你怎么给喝了？三弟，你对小江知青可真好，都给人家泡上红糖水了。我是你二嫂，可从来没见你给我泡过，你是不是对人家小江知青有意思啊？江叔一听王金花这话，立马来了劲，眸子里冒着金光。莫不是宋时琛对我也有意思？宋时琛见江叔的眸子发亮，身子突然一颤。小江知青不会误会了吧？二嫂，小江知青是客人，招待客人当然不能太寒碜。我给客人准备的红糖水，你给喝了，于情于理，这就是你的不对。三弟，二嫂喝都喝了，你说我做的不对，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喝进肚子里的水总不能吐出来吧？我是你二嫂，不就喝了你一碗红糖水吗？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田翠娥听到王金花的话，袖子一甩，随即骂了起来：你这个饿死鬼，我活了这么多年，就从来没见过比你更好吃的婆娘，客人的东西你也要抢，多大的人了，小孩子都没你这么不识趣。真不知道你的脸皮咋就这么厚，喝了给客人准备的红糖水，说你2句也不行，咋地？你还有理了？你不自我反省就算了，还倒打一耙，说老三小气。被婆婆指着鼻子劈头盖脸一顿骂，王金花立马缩紧了脖子。我不就喝了碗红糖水，至于吗？这个家容不下我这个小可爱了，还不赶紧去厨房帮忙，还得做晚饭招待客人呢。王金花想到晚上有鱼有肉吃，立即屁颠屁颠跑进厨房干活去了。只要有好吃的，天天骂我都成。吃完晚饭，天完全黑下来了。宋史称送江叔回家，就这样2个人一前一后往家走。突然路过一个池塘的时候，听到扑通一声，宋时琛用手电筒在水面上照了一圈，发现水塘里竟然有一个人在拼命挣扎。宋时琛没有犹豫，直接把人救上来。这是铁牛，他的情况很不乐观。你让一下，我来试试，看能不能将他救回来。江叔利用后世学的急救知识，双手交叉，用力地对着落水的人进行胸口按压。随着他的按压，
铁牛猛地咳了几声，同时把肚子里的水都吐了出来。铁牛，你怎么样？现在好些了没？这么晚你怎么不在家？跑到河边干嘛？我吃了家里的一个窝窝头，把后娘惹恼了，将我给撵了出来了。时辰叔叔，我本来想去我姥姥家的，谁知道一个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江叔在一旁了解清楚前因后果，看着赵铁牛的眼神中也满是同情。都说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没娘的孩子就是可怜。走，铁牛，叔叔帮你去讨回公道。没一会儿，几人就到了宋铁牛家。此时宋家的大门紧闭，宋史称上去哐哐砸门。这么晚谁呀？教人好事。宋铁牛的后娘王贵芬被打断好事，也被气得不行，气冲冲地跑出去看看到底谁这么烦人。等开了门，宋大兵才看清楚，来的人是宋时琛和宋铁牛。铁牛，你这是咋了？好好的，大半夜你咋弄得浑身是水？宋大兵，你家铁牛刚才掉河里了，如果我不是恰巧路过，你家铁牛估计已经没命了，你知道不？你个臭小子，你没长眼啊！大半夜怎么会掉进河里？竟知道给我惹事！宋大兵，有你这样当爹的吗？你儿子半夜跑了出去，你这个当爹的都不出去找他一下？知道儿子出事了，你居然也一点都不心疼，你真是好样的！说完，宋时琛一点也不和宋大兵客气，直接一拳头砸在了他脸上。你既然是个糊涂蛋，我就用拳头让你清醒清醒。宋时琛，虽然你是部队里的军官，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我要报帽子，举报你！我要举报你，还要你赔医药费！一听自己男人提到赔钱的事，王贵芬的眸子立刻冒出一股金光。我咋忘了，还得找宋时琛讹钱呢？不要白不要！宋时琛既然打了人，那就必须赔钱才行。你今天要是不赔个50块，这事儿我们就跟你没完。举报？你们倒是去举报啊！正好你们要举报帽子，我也想报帽子，咱们一起去吧。作为父母，你们就是这样对自己的儿子的吗？听说自己儿子差点淹死，你这个当爹的也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你跟畜生有什么区别？这是我家的家事，和你一个外人有啥关系？宋时琛，你别多管闲事。你要是看不惯我们这么做父母，你就自己把铁牛领回家养呗。宋大兵，我说你还是个男人吗？你家什么事都是婆能做主吗？宋大兵的脸顿时一阵涨红。宋时琛这是在赤裸裸的嘲讽他被老婆骑在头上，不能当家做主。男人都是要面子的，自然不肯在外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个妻管严、拔耳朵。你给我闭嘴！见宋大兵突然对他发火，王贵芬顿时吓了一跳。这男人从来都不会说我一句，全怪这个多管闲事的宋时琛，气死我了！宋时琛，我家婆娘说的也不是没道理，我们家养孩子就是这样，又没饿死他，碍着你什么事了？新后妈回家后，发现家里的小馒头被宋铁牛吃完了，气得差点原地去世，转身把继子直接赶出家门，差点酿成大祸。我这人就喜欢多管闲事。宋大兵、王贵芬，你们以后长点记性，铁牛以后是我罩的人了，要是被我发现你们还敢苛待他，见你们一次我揍你们一次，直到你们长记性为止。听到了，也记住了，以后一定不敢对铁牛不好了。见宋大兵乖乖听话了，宋时琛又看向了王贵芬，王贵芬吓得身子猛然一颤。宋时琛，你想怎样？你一个大男人的，还想对我动手不成？你也好意思打女人算什么本事？不嫌丢人吗？我不打好女人，可如果遇上坏女人，我肯定不会手下留情。打坏人是为民除害，一点也不丢人。王贵芬听到宋时琛这话，脸色顿时一变，眼看宋时琛握紧拳头，又要冲上去打人，江叔闪身站出来拦住了他。宋时琛同志，以你的身份，打这种女人太掉价了，这事交给我吧，我也是女人，我打了她，别人也没法说闲话。说着，江叔快速走到王贵芬跟前，对着王贵芬的脸就来了2下。来，姐姐教给你怎么做人。王贵芬瞬间炸毛。王贵芬平时和生产队的婆娘打架从来没吃过亏，可惜她今天遇到了江叔，注定要被教做人。没一会儿功夫，王贵芬就败下阵来。本来王贵芬还算整齐的头发，片刻间已经被江叔挠成了鸡窝状，看起来狼狈至极。王贵芬长这么大，第一次被揍得这么惨，又恼又气，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怎么样，宋时琛同志刚才的话你记住了没？以后你们再敢欺负铁牛，我们不介意多收拾你们几顿。本来还想嘴硬一下，可是自己嘴再硬，也没有人家的拳头硬啊。王贵芬忙点头应道：好，我知道了，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对待铁牛。铁牛，你记住了，以后你爹娘再敢亏待你，你只管和时琛叔叔说，或者跟这位江叔姐姐说，我们一定帮你出头。他们不管说什么狠话威胁你，你都不要害怕，要勇于反抗。你越是害怕，不敢找人帮你，他们就越变本加厉的折磨你。好，时琛叔叔，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按你说的做的。宋时琛把这件事妥善解决了，这才离开宋铁牛家。等宋时琛和江叔走远了，王贵芬手掐着腰，气呼呼地嚷嚷起来：大兵，那2人是不是神经病啊？闲得蛋疼管别人家的事。可不就是神经病吗？正常人谁能干出这种事？江叔和宋时琛一前一后的离开，他俩并不觉得自己是神经病。就在江叔嘚瑟不已的时候，宋时琛目不转睛盯上了他。宋时琛同志，你这么看我干什么？
小江知青，你受伤的脚怎么突然就好了？完了，刚才打架太忘我了，把这事给忘了。装，你就继续装。小江知青，我看你刚才揍人那几招还挺厉害的，你这是练过，身手不错呀。那个宋时琛同志，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的，平时我可温柔了，方才是被那两口子给气着了。应激反应下爆发了身体内潜藏的能量，正常情况下我可没那么彪悍。这丫头的话是一句都不能信，满嘴跑火车。要说刚才是一时激动，我还能信，可那天在现场，她可是一个人单挑了3个大汉，还都是身手不错的练家子。宋时琛同志，方才你为什么要直接对铁牛爹动手啊？万一人家真的举报你咋办？这件事大队长不是没协调过，大队的人都可怜铁牛，知道他过得苦，为此大队长已经上门好说歹说过很多次了。道德层面的批评对宋大兵两口子而言根本没有任何震慑力，和这种人讲道理根本讲不通，他们唯一能听得懂的语言就是拳头与暴力。没多久，宋时琛就送江叔回到了知青点，把人送到了。宋时琛转身就走，江叔正打算回屋，突然瞥见沈娇娇和宋文斌也刚刚从外面回来。两人回来后开始生火做饭。这两个大晚上的还搞啥子？让不让人睡觉咧？白天不积极干活，晚上就得加班加点，然后夜里休息不好，又影响第二天上工，只会无限恶性循环。幸亏和齐文斌换了，要不累成狗的就是我了。沈娇娇拖累别人没事，只要不拖累我就行。齐文斌今天真的累坏了，回来做了好半天，还气喘吁吁的，脸色很不好看。第二天一早，江叔在外面翘着2郎腿坐着，马建国突然跑过来：“马知青，有事吗？”江知青，你这里有退烧药吗？齐知青昨晚回来就病倒了，今天一早起来，我们发现他的身上很热，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应该是发了高烧，得吃退烧药才行。带我去看看，我略懂一点医术。江叔看着躺在床上的齐文斌，心里笑开了花，但是还是装镇定的把脉，没有多大问题，你们等我一会，我去取个药。随后江叔偷偷来到羊圈，拿着纸抓起一块羊粑粑，迅速跑进屋，直接给齐文斌当做药引服下。小江知青，这是啥呀？秘方，放心，我保证小齐知青不出2日就能好起来。是屁股上插钥匙，无孔不入。接上集李兰花为报复江叔把自己儿子送进小黑屋之仇，联合公社的弟弟利用职权断了红星生产队的拖拉机。想借拖拉机没问题，但一定要好好惩罚一下江叔。作为大队长，想故意刁难一个小知青，那太简单了，无非就是多给他安排些重活儿。江叔一个小姑娘，干2天挑大粪、铲猪屎的活儿，很快就会崩溃掉。之前那件事本就是王大志做的不对，王大志被公安抓去改造，这笔账怎么能记到江叔头上呢？哼，不答应拉倒。红星生产队不仅是这次别想借到拖拉机，往后永远都别想借到了。这消息宋宝田没有往外说，可还是从小道传到了生产队。村里的知青就是墙头草，知道消息后谣言四起，各种猜疑声层出不穷。我就说鸡蛋碰不过石头，这个小江知青当初非要招惹王大志干啥？现在好了，王大志的舅舅不肯给咱们生产队拨拖拉机，这次修堤坝才能红星生产队得出不少人命呢。以后交公粮的时候更麻烦。是啊，有些事非要较真干嘛呢？那丫头到底是太年轻了，做事不计后果。他还觉得自己牛逼哄哄呢，现在好了，把咱们都连累进去了。那些下乡的知青们就喜欢折腾幺蛾子，没一个是省心吧？墙头草随风倒，有好处的时候一个劲夸你，带来祸患时一个劲损你。那个王大志做了违法的事，小江知青把他送给公安处置，哪里做错了？这种货还不给关起来，还留在生产队当菩萨工吗？咱们谁不知道王大志坏，但他就是不好招惹啊。人家舅舅随便找个由头就不给咱们生产队拨拖拉机，得罪了他有啥好处？现在好了，咱们跟着一起受连累，公粮交的不及时，等年底评选先进集体的时候，咱们生产队肯定是没份了。王大志舅舅公报私仇，故意不补给咱们生产队拖拉机，你们不骂他那个混蛋干部，反倒是怪起了小江知青，还真是柿子专挑软的捏啊！谁敢欺负小江知青，先过我田翠娥这关。田翠娥在生产队是出了名的彪悍，不好惹。他这么一嚷嚷，还真没人再敢当他的面说江叔的不是。刚把我儿子送进去，哼，江叔一个没权没势的小知青，还想跟我们斗？等着吧，迟早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丫头给治得服服帖帖。很快这件事自然也传到了江叔耳中。既然王大志的舅舅不肯拨给我们拖拉机，那我就去给生产队借辆货车。陈父是城里机械厂的副主任，听说机械厂是县城最大、效益最好的厂子，我平常维护的关系终于能派上用场了。江叔找到宋宝田，大队长，公社修堤坝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啊？小江知青，你问这个做什么？明天下午。大概需要几天？大概3天。大队长，借不到拖拉机，咱们生产队出1辆货车，可以不？宋宝田愣了一下，拖拉机都没有，还想要货车？要是有货车肯定更好。
咱们生产队就一点力都不用出了，而且记的功劳还肯定比其他生产队高。可是哪里弄货车去？大队长，我应该能给咱们红星生产队借来一辆货车。等我弄来了货车，咱们的队员就不用去修堤坝了，都全力以赴去掰玉米。小江知青，货车哪里是那么好弄的？只有县城的那些大厂里才有货车。江叔啊，叔知道你心里着急，想帮生产队解决问题，不过凡事不能勉强，我再去想想办法吧。江叔淡淡的笑了笑，没再和宋宝田多做解释。他准备下午就去县城找陈父，争取明天上午就让机械厂那边将货车送来。见江叔找宋宝田好像在密谋着什么，李兰花悄悄跟了过来，想偷听这两人在计划什么。没想到一来就听到江叔说要给生产队借货车。有些人吹牛都不打草稿，拖拉机都借不到，还借货车呢？真当货车是地里的烂白菜，说借就借的。这丫头真是越来越狂了，什么牛皮都敢吹，估计是因为之前得了公安送的锦旗，就飘了，真把自己当颗蒜了。李兰花故意嚷嚷得很大声，就是想让江叔当众出丑。果不其然，大家在听到李兰花的嚷嚷之后，都朝这边凑了过来。见队员们你一句我一句的嘲讽江叔不自量力，李兰花的心情大好。你就这么笃定我借不到货车？要是我借到了呢？李兰花，要不咱们就此事打个赌呗？你敢不敢？我要是能借到货车给咱们生产队救急，到时候你就帮大队挑1个月大份。要是我借不到，我来挑1个月大份。打赌就打赌，谁怕谁啊？好，我借不到，我挑1个月大份；我借到了，你挑1个月大份。咱俩立帖为证，再请大队长给咱们做个见证。小江知青，我觉得打赌就算了吧，没必要。大队长，这可不行，赌注是江知青自己开的，我和他已经达成了赌约。咱们做人得讲诚信，说出去的话不能反悔。不是你说让他不赌了，我和他的赌约就作废了。大队长，您就给做个见证吧，我都已经说好了，肯定不能食言。小丫头到底是太年轻，太容易冲动了。她那小身子骨，让她去挑1个月大份，这不是开玩笑吗？估计2天就要累趴下。既然拦不住，就只能随江叔去了，祈祷他自求多福吧。田翠娥是之后才知晓的这件事，知道以后也不禁替江叔犯愁起来，准备找宋史成商量商量。要脸树要皮，沈娇娇的脸皮最无敌。沈娇娇见江叔买了自行车，莫名感到一阵恼火。虽然她自己也有一辆，可她就是见不得江叔出风头，忍不住出演嘲讽江叔借不到拖拉机就要去挑大份。江叔也不惯着她，上去2巴掌，瞬间安静了。娇娇，我害怕，你看我这样哪里能跟人打架啊？别说打江叔了，我现在这个状态，打3岁小孩都费劲。接上集，宋时琛回到家就听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老三，小江知青和李兰花用2桶粪便打赌，谁输了谁就要挑1个月粪便。你说这可怎么办才好？你在县城有没有什么门路啊？要是有的话，这是你必须要出手帮帮小江知青了。娘，你别着急，我下午就去县城问问，尽全力帮他借到货车。因为没有牛车，随后宋史成直接跑到县城了，而江叔这边倒是淡定得很。我空间各种物资丰富，即使借不到车也不怕。知青点这边的知青们见江叔这么悠闲，都忍不住替他捏了把汗。沈娇娇看不惯江叔在乡下混得风生水起，每天都盼着江叔倒大霉。到时候江叔说了赌约，挑1个月大份，我一定要在江叔面前好好奚落他一番。随后江叔找到宋宝田，宋宝田骑着牛带着江叔直接赶到了县城。宋大爷，您不用等我了，先回去吧，我等会儿买辆自行车，自己骑车回去。好，小江知青，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一个女娃娃，回去小心一点啊。好，宋大爷，这大热天的，您回去也慢点儿，送我来县城真是辛苦您了。同江叔告别之后，宋大爷就扬着牛鞭，赶着牛车回去了。江叔先去纺织厂找到陈念，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呢？江叔也不和陈念墨迹，直接说自己遇上了麻烦，将自己的需求说了出来。这都不算事儿，小叔，走去机械厂找我爸，我和我爸说一声，让他给你匀1辆货车。因为江叔平时在人情世故方面做得面面俱到，陈母没少在陈父面前夸赞他，所以陈父虽然没见过江叔，但对他的印象非常不错。不过是借1辆货车给向阳公社用3天，这不是什么大事，我给你派2辆车。叔叔，这次真的太麻烦您了。这有啥，一点儿也不麻烦，我家小念的命都是你救的，这个恩情叔叔没齿难忘。以后你只要遇到啥解决不了的困难，就只管来找叔叔帮忙，可千万别客套。虽然陈父表现得非常慷慨热情，但是人情总有用完的时候。这次托陈父帮了这么大的忙，我可不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以后我一定会找机会还这个人情。而此时宋时琛也顺利地借到了1辆货车，他找的人叫孙宏伟，本来也是部队里的一个军官，因公受伤之后就退下来了。他家里也有些关系，把他安排到安县来当干部，顺利借到货车。宋时琛又顺便提了一嘴王大治那个舅舅公报私仇的事。
如果王大治舅舅这个祸害不铲除掉，以后肯定还会找江叔和红星生产队的麻烦。当孙宏伟听到宋时琛说出宋大志舅舅的恶劣行径后，不禁感到十分气愤。组织里绝不能容忍这种毒瘤的存在。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可不是骑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的。哈，你放心，这件事我派人调查一下。如果你说的属实，我一定会将那个毒瘤铲除出我们的队伍。宋时琛又和孙宏伟道了谢，便告辞离开，又跑步前进，朝红星生产队赶去。江叔也准备回去，他找了一个僻静没人的地方，将一辆崭新的28杠自行车拿了出来。江叔骑着自行车朝红星生产队的方向赶去。看到宋时琛的那一刻，江叔还以为自己眼花了。他怎么来县城了？宋时琛同志，你怎么在县城啊？宋时琛听到熟悉的声音，就知道是江叔。来县城办点事。宋时琛同志，那真是赶巧了，我也来县城办点事，正好，咱们一起回生产队吧。骑自行车比坐牛车快多了，两人没一会儿就到了生产队。到了生产队的路口，宋时琛赶紧从车上下来。你自己骑回去吧，免得别人看到咱俩走得这么近，传出不必要的闲话。那好吧，宋时琛同志，你回去路上慢点儿。回知青点的路上，路过田地里头时，遇到了本大队的几个队员。哎呦，小江知青，你从哪里弄的自行车？看着可真新啊！我今天去县城新买的。这些下乡的知青可真是一个比一个有钱啊！沈娇娇买了一辆自行车，转头江叔也买了一辆，真豪气。不像他们乡下人，砸锅卖铁也买不起自行车。而沈娇娇见江叔买了自行车，莫名感到一阵恼火。虽然她自己也有一辆，可她就是见不得江叔出风头。你不着急去借货车，还有心思买自行车呢？你要是借不到货车，就等着挑1个月大粪吧，到时候看你还怎么嘚瑟。你莫不是脑子有病吧？没事找事，真是欠抽。既然皮痒了，我就成全你。你这种人根本没必要废话，打一顿就老实了。江叔二话不说，直接冲到沈娇娇跟前，对着她的脸就上了2个耳光。让你嘴巴巴个没完，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以后再敢逼我的事，我把你打成猪头。沈娇娇毫无防备，结结实实挨了2个大耳光，脸上立即浮现出2个巴掌印，很快就肿了起来。你凭什么打我？谁让你没事找茬？敢逼我，我就揍你。你自己管不住嘴，我不介意帮你管一下。沈娇娇被打得好不委屈，放声大哭了起来。看热闹的老知青们没一个帮沈娇娇出头说话的，在大家看来，沈娇娇挨打完全是活该。他要是不去没事找事，主动嘲讽奚落江叔，江叔怎么会打他？申娇娇把目光投向齐文斌，此时的齐文斌刚吃完药退了烧，身体还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哪里有力气帮沈娇娇找回场子，只能赶紧别过头去。没用的东西。娇娇，真的对不住，不是我不想为你出头，是我生病了，身上实在提不起一点力气，刚才走一小段路都差点晕倒。娇娇，齐文斌，你个没种的窝囊废，老娘都被欺负了，你还不给我出头？你别生气了，虽然咱们收拾不了江叔，可他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明天他交不出大货车，到时候就得挑1个月大粪，肯定会累死他，臭死他！我的乖宝，我的小哈尼，最爱你。沈娇娇本来肺都快气炸了，在听到齐文斌的安慰之后，心情顿时好了很多，气也消了大半。明天一到，江叔的好日子就到头了，有人会替我收拾那个臭女人。别说挑1个月大粪有多累了，这大热天的，大粪的味道那么重，让人站在旁边只闻不挑都能被熏个半死，无疑是最痛苦最遭罪的活儿。小江知青倒霉了啊哈哈！我病这么严重，还要来哄这个祖宗，真是太悲催了。另一头，江叔等天黑知青们都睡下了，偷偷摸摸去了牛棚。牛棚这边的人干活比其他队员们更苦更累，本来就已经够累的了，这要是再吃不好，身体根本扛不住。为什么父母上一世没能熬过去？不就是因为生活条件、物质条件实在太差了吗？小叔，今天爸爸在干活的时候，听说你和一个队员打赌，要帮生产队借1辆货车，借不到的话就得挑1个月大粪。爸，你不用担心，陈念的父亲是机械厂的副主任，直接给我搞来2辆货车，这个赌约我输不了。姜文洲本来一直非常担心这件事，现在听到闺女的话，心中的忧虑顿时一扫而空。好，那就好。小叔，爸就知道你做事靠谱，不会打没把握的仗。爸，你放心吧，凡是没有10成把握的事，我都不会去做的。第二天江叔上工的时候，队员们的目光都纷纷落在了他身上。小江知青，你不是说要给咱们生产队弄1辆货车吗？怎么到现在还没见货车来啊？你急什么？不是下午才要用货车吗？江叔，我看你就是死鸭子嘴硬，鬼才信你能借到货车。等下午还没见有货车来，你就老老实实去挑大粪吧。这话我原封不动还给你。我要是借到了货车，你就乖乖的去挑1个月大粪吧。李兰花被江叔气得一阵吹鼻子瞪眼。
死到临头还嘴硬，现在就让你逞一下口舌之快，等下午你弄不到货车，有你哭的时候。货车哪里是那么好借到的？那个江叔就是吹牛皮，他还出面借货车，就算是公社的领导出面去借，只怕都没那么容易成功。啧，到底还是太年轻，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啊，哈哈哈哈！王金花，你在干什么呢？整天嘻嘻哈哈，等于自杀，还不赶紧干活？好嘞，娘。现在先让李兰花嘚瑟一下，等下午货车来了，这个老婆子的脸就会被打得啪啪响。田翠娥平时最见不得李兰花猖狂的样子，想着这次不仅能打脸李兰花，还能让她挑大粪，心里就说不出的畅快。果然，没过太久，便见到一辆大货车轰隆隆朝生产队开了过来。快看，货车！江叔还真的借到货车了，不可能吧？江叔这臭女人到底什么来头？真借到了大货车？生产队的大队长是谁？我们是受江叔江知青的委托，开货车过来帮向阳公社修筑堤坝的。真没想到江叔真的把货车借来了。我弟乖乖，小江知青居然这么厉害，竟然真的能借到大货车啊！我还以为小江知青是吹牛的，没想到人家是真有本事啊！我服了，之前是我狗眼看人低了。大队的很多队员就是墙头草，你能给大队带来好处的时候，他们就一个劲儿的夸你。宋宝田听说了这事，马不停蹄的奔了过来。江叔这丫头真是天降福星，是我们红星生产队的救星啊！有了这辆大货车，我们红星生产队在公社那边可就能支棱起来了。出人力的事交给其他生产队便可。之前陈念的爸爸不是答应好的，要给我借2辆货车吗？现在怎么只有1辆？是机械厂那边的货车不够用，只能给我挪1辆。小江知青，谢谢你帮生产队借到了货车，这样咱们红星生产队不仅能省下很多人力，而且还能在公社那边记下更多的功劳。大队长，我身为红星生产队的一员，为大队做贡献是应该的，即使燃烧我自己也甘之如饴。江叔这话说完，宋宝田看向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敬佩与欣赏。此刻的李兰花脸色已经一片惨白。江叔真的借到了大货车，那我岂不是要完蛋了？就在大家因为江叔成功借来1辆货车而欢呼雀跃的时候，突然又有2辆货车轰隆隆开进了生产队。不是已经借到1辆货车了吗？怎么又来了2辆啊？难不成这2辆货车也是小江知青借来的？是县城的机械厂委派我俩过来的，开货车帮你们向阳公社修堤坝啊！对，我们是受你们生产队的江叔江知青委托而来的。听到2个货车司机的话，宋宝田的心情更是激动万分。宋宝田看向江叔的眼神也越发的炙热。我弟乖乖，小江知青不仅借到了货车，而且还超额完成任务，借来了3辆。这么看来，后面来的2辆货车才是机械厂派来的，而第1辆货车应该是受别人委托而来的。居然有人在背后偷偷帮我，此人究竟是谁？不会是宋时称吧？此时的李兰花也完全傻了眼，想到输掉赌约的惩罚，李兰花就忍不住双腿发软。李兰花，你打赌输了，人家小江知青不仅借到了货车，还借了3辆呢。愿赌服输，你是不是得履行自己的诺言？从今天开始，挑1个月大粪啊！做人要言而有信，说过的话可不能当放屁。当初你和小江知青打赌的时候，大家可都是做了见证的。大队长，我只是和小江知青开个玩笑，哪里能当真啊？不当真，开玩笑。你要真是开玩笑，当时会拉着我给你们作证。李兰花，你不是小孩子了，一把年纪还说话不算数，想耍无赖啊？愿赌服输，我希望你能守约讲诚信，千万不要做泼皮无赖，不然谁还看得起你？江叔，你这小贱蹄子一开始就在故意坑我，是不是？你就是见不得我好，所以故意诱导我和你打赌，然后害我挑1个月大粪。年纪不大，心思怎么这么坏？心眼子这么多，这么恶毒呢？李兰花，你仗着自己年纪大，就倚老卖老不讲道理啊！什么叫我诱导你和我打赌？我和大队长说我能借到货车，是你主动跑来质疑，还到处说我在吹牛逼。你不就是料定我借不到货车，才一口应下赌约的吗？我又没逼你。现在你输了，讲这些有的没的，要脸不？果然，人要脸树要皮，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我看你这人不仅没脸没皮，还喜欢倒打一耙给别人泼脏水。既然输不起，当初你为啥不管住自己的嘴？不要乱逼逼，仇不报枉为人。王大志那个舅舅竟然故意刁难我，呵呵，今天我就教教他怎么做人。半夜，江叔穿上夜行衣，蹲在王大志舅舅必经路的草丛里。等王大志舅舅往这边走过来的时候，江叔猛地就跳出来了，冲过去对着他就抡了一电棒。王大志舅舅受到高压电击，一瞬间就晕死了过去。喂，李春明，快醒醒！江叔举着电棒朝着对方踢了2脚，
见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蹲下全力掐他的人中。江叔用了全部的力量，都能够把李春明的人中钻出个孔了。剧烈的疼痛让李春明应了一声转醒了，浑浑噩噩地睁开了眼睛，就看到举着电棒的青蛙。月光下，笑得一脸诡异的青蛙高举着电棒对着李春明。我还没开始教训你了，你就晕过去了，那你不是感受不到电棒被电的快感了吗？来，千万别晕，人生短短几十年，反正都是要嘎的，千万不要怕。江叔把高举的电棒直接对准李春明，连续的电感让李春明身体忍不住的颤抖，随即又晕了过去。喂，怎么这么不抗电呢？江叔啪啪啪的拍在王大志舅舅的脸上，见他没有什么反应，这次才算作罢。难惹老娘，老娘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真是累死我了。今晚这一场惊吓，就算不能给李春明弄得半身不遂，至少也能给他弄得个精神错乱啊！快到红星生产队的时候，江叔又恢复了原本的装扮。为了避免不被人怀疑，江叔回知青点的时候还背了一捆柴火。江知青，这么晚你还去打柴火啦？我看咱们知青点的柴火剩的不多了，闲着没事就去打了点回来。真是辛苦你了。不辛苦，这又不是啥重活。说着，江叔放下柴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身为人民公仆，却总是为难老百姓的败类，就是欠收拾。我真是做了一件惩恶扬善的好事。睡觉。另一头，王大志舅舅可太惨了，没多久他就被人发现，把他身上的麻袋一打开，就见他一副鼻青脸肿的模样，好不凄惨。好在去医院检查一番后，发现受的都是皮外伤，不是太严重。他的家里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大哥，到底谁把你打成这样子的？家里人报了公安，公安同志也在旁边对王大志做笔录，看能不能从他的言语间获得有用的信息，顺藤摸瓜，将打人者绳之以法。我作为公社的干部，平时可是非常风光的，别人连骂我一句都不敢，别说对我动手了。没想到今天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我一定要抓到凶手。随后王传志把嫌疑人的样子给帽子描述了一下。公安同志，麻烦你们一定要仔细调查，把打我的坏人抓住，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你放心吧，这事我们一定会全力摸查的，查到眉目，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等几个公安同志离开后，王大志的舅妈叹了口气，嘀咕道：你这到底得罪了谁？走了什么霉运？怎么莫名其妙被人揍了一顿？而王传志和李兰花做梦也想不到，这件事只是倒霉的开始，接下来还有更大的噩耗等着他们。第二天一早，医院里又来了2个公安同志，找到了王大志舅舅。2位公安同志，是不是昨天打我们的那个王八羔子抓住了？没曾想2个公安同志没有回他的话，而是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用这种眼神看我干嘛？我是受害者又不是施暴者。2位同志，怎么你们也查不到那个打我的不法分子吗？可惜当时没人看见，也不知道那个王八羔子到底是谁。你就是李春明吧？王大志的舅舅，也就是李春明，下意识点了点头。昨天我做笔录的时候，不是已经报过自己的姓名身份了吗？现在又明知故问，搞什么名堂？李春明同志，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们今天过来是找你调查一个案件的，还请你配合。什么案件？昨天我被人打了，报了案，已经有公安同志来找我做笔录立了案，我已经把知道的线索全说了，还要找我调查什么？李春明同志，我们今天是来调查你的工作失职行为的，有人举报你以权谋私，公报私仇，还乱来不正当关系，上面派我们来跟你做个笔录。李春明一听这话，脑子里嗡的一声，彻底蒙圈了。不是调查我被人打的案件吗？怎么一夜之间我变成了被调查者？别说李春明惊住了，李春明的家人也都跟着傻了眼，尤其是李春明的媳妇王大志的舅妈，听说公安同志要调查自己男人乱转不正当关系，立马就炸了毛。我男人公报私仇，以权谋私的事我是知晓的，而他在外面玩不正当关系的事，我确实一丁点都不知道，竟然背着我做这苟且之事。公安同志，你们不能诬赖好人了，我是人民的好干部，一直以来都在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违背组织纪律的事，我怎么可能会干呢？李春明同志，这个你不用和我们说，尽快办理出院，然后跟我们去一趟公安局，接受详细调查。不管李春明如何辩解，最后还是被公安同志带走了。家里人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有人举报了李春明，还是上面查到了什么？说好了要请宋家人吃饭，我肯定得去弄点好的食材回来。江叔这边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县城副食品店，买了2斤五花肉，还买了2斤排骨，1条黑鱼和1块嫩豆腐。因为要请客，需要烧的菜比较多，江叔一回来就开始准备了。因为江叔的厨艺太好，做出来的饭菜味道实在太香了。齐文斌被这香味勾的哈喇子流了一地，从屋里探头朝江叔的房间望了望。妈呀，好香呀，好想吃，但是我出去要他不能一定给我，而且他要是揍我怎么办？好想我妈妈。一切都忙好，江叔便去地里招呼田翠娥。在路上碰见了正在回家的宋宝田。小江知青，你这是干什么去？宋队长，我去找田婶子，你这是打了只黄鼠狼吗？
最近家中的鸡总是莫名失踪，这黄鼠狼肯定是到我家偷鸡了，让我给逮着。我寻思送到公社让齐文斌把皮子拔了。江叔怎么看这小黄鼠狼都眼熟。宋队长，你能把这只黄鼠狼云给我吗？正好我想要这么一张皮子过冬。宋宝田看了看手中的黄鼠狼，鉴于之前江叔借到了货车，立了大功，他也就爽快的答应了。那行，这黄鼠狼就交给你了，小心别咬到手。那谢谢宋队长。等宋宝田走后，江叔进入到了自己空间。黄大仙，你怎么还能让人给带住？你别动，我给你处理伤口。黄大仙好像真跟听懂了似的，一动不动。看你这小腿都受伤了，是宋队长打的吗？你说你没事去招惹他做什么？今天幸亏有我，以后你小心点。你跑什么？你是让我跟你走吗？江叔这下好奇了，跟在他后面往山里走。这时候黄大仙转身伸出一只爪子，指向一个方向。大仙，你真的成精了，走，你带路，让我看看你想给我看什么。得，我现在什么都给了你，你一定要替我出气呀！我就见不得江叔好，我要狠狠把他踩在脚下。娇娇，你别着急，回头你把人给骗上山来，我把他给办了，你说怎么样？爹，你想得美！两个人憋不出一个好屁，光天化日之下做如此龌龊之事，真是辣眼睛。黄大仙，我们先走，现在还不是时候，等回头我再想办法收拾他们。你是想现在教训他们吗？随后江叔从空间拿出了一种药，他拿的是那种让那个东西增大数倍的药。没想到这种药也有派上用场的时候。黄大仙，这个药是散剂，现在正好有风，能不能成就看天意了。你们就尽情玩耍吧。齐文斌敢打老娘的主意，我让你半身不遂。呸，晦气玩意！黄大仙，你快走吧，后会有期。随后江叔到田地找到田翠娥。翠娥婶子，饭菜我已经做好了，你们直接去我家吃吧。砰！小江知青，你先回去，我们先回家一趟，洗把脸就过去，正好喊我家老三一起。田翠娥过去的时候，打算只带着宋保国还有宋时琛他们3个人去就行了。爷，就你们3个过去吃，不带我们一起吗？江叔都能买得起自行车，条件肯定差不了，绝对是不差钱的主。请他们过去吃饭，肯定会准备不少好菜，不用想，肯定有肉。虽然这段时间家里吃了不少野猪肉，可是我是很馋家猪肉。想到家猪肉的滋味，王金花就忍不住口舌生津，咽起了口水。有啥好吃的？这个老二媳妇永远冲在最前头，小孩子嘴馋好吃就算了，可王金花都多大年纪了，一个大人还这么贪嘴爱吃，她到底怎么好意思的？要不要脸啊？老二家的，你不知道做人的自觉点吗？你看咱们一大家子有多少人，都过去一顿饭，估计就把小江知青1个月的口粮吃没了。人家好心请我们吃饭，我们可不能没脸没皮去坑人家。王金花听婆婆把话说得这么绝，看来是铁了心不想带他们一起去吃，根本没有回旋商量的余地。算了，不去就不去。没一会儿，3人就到了知青点。哎呦，小江知青，你请客吃饭，搞点家常便饭就行了，咋准备这么多菜啊？这得多破费啊！婶儿，我难得请你们吃顿饭，还不让我多整几个菜呀？你们说这话是瞧不起我呀？很快大家大快朵颐起来，宋时琛忍不住思索起来，这丫头到底还有多少本领，真是让人看不透。江叔这边吃的正在尽兴，齐文斌可惨了。从山上回到家后的齐文斌浑身燥热，他的胸长大了，还隐隐的胀痛。齐文斌受不了，跑到了知青点的小河边进行散热。齐文斌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只能去找村上医生给看看。医生，我现在浑身难受，不知道怎么了，而且胸部还胀痛的。蹩脚医生举着听诊器听了一番，又这里按按那里摸摸，最后好拿出了放大镜，一番折腾后得出了结论：这是命中群女人，回去吧，这个病无解。李兰花这边已经挑了好几天大粪了，炎热的3伏天里，粪便的味道简直能把人熏死，一天还要挑那么多，她又是个女人，身体真快被累散架了。我顶多再坚持2天就会累垮掉，想到还要连着挑1个月，我真想一头撞死了。江叔那个臭女人，我都恨不得弄嘎她。可是我哥哥竟然被帽子带走调查了，没了哥哥的帮衬，我自己无权无势，只能认命。江叔这边和大队的人吹着牛逼，突然看见一辆轿车开进了生产队，在队员们的满脸问号中，轿车停了下来，随后车里走下来好几个公安同志。江叔同志，黄局长你好，请问你专程来找我有什么要紧事吗？江叔同志，我代表我们安丰县帽子队伍郑重的感谢你，多谢你上次帮我们抓获了那几个不法分子。经过仔细排查，我们发现他们是一个特大人口拐卖团伙的重要成员。通过捣毁这个拐卖团伙，我们解救了很多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为人民服务，能帮公安抓获不法分子，帮助那么多妇女儿童脱离苦海，我感到无比的荣幸。黄局长，您这样就客气了，这又给我送了锦旗过来，我都不好意思呢。这丫头真会演，当初可是她自己提出来的，让我给她送锦旗。
滚！我操！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山顶，我想唱歌。陈哥他不说，只看着我来笑我。我知道他在等我的大花轿，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我陈哥上花轿。此时宋时琛刚好从山上下来，走着走着，突然听到一阵歌声。听这声音是江叔，歌词里的琛哥是谁？这丫头咋好意思唱出来的？一个小姑娘家也不知道矜持点。果然，没一会儿，在歌声传来的方向，就见一个小丫头走了过来。小江之青，江叔停下脚步，便正好对上宋时琛好看的眉眼。刚才自己唱的歌词是不是都被宋时琛给听到了？尴尬了。宋时琛同志，你这是刚从山上下来啊？咦，这些都是你打的野味吗？你也太厉害了吧！刚打到的，今天运气不错，端了一个野鸡窝，这只送你，你拿回去吃吧。宋时琛丢下野鸡，然后直接扛着背篓朝宋家的方向走去，不给江叔拒绝的机会。江叔拎起野鸡，怔怔地看着宋时琛离去的背影。他给我送野鸡，算不算关心我？拎着野鸡，江叔继续哼着轻快的小曲回了知青点。见江叔拎回来一只肥大的野鸡，知青们全都羡慕不已。江叔的运气真不错，竟然能打到野鸡。妈的逼，你闭上你的臭嘴！沈娇娇盯着江叔手里的野鸡，眼珠子都看直了。我都好几天没吃上肉了，之前带的肉票都已经花完了。我这几天自己干活都快累死了，再不吃点好东西，真要撑不住了。江知青，你这只野鸡卖不卖？要是卖，我愿意出钱买。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吃亏的，价格你来定。不卖。江知青，咱们都是下乡的知青，就得互帮互助。我这几天身体不舒服，需要吃点好东西补一补，你就发扬一下助人为乐的精神，将这只野鸡卖给我吧。而且我又不是白要你的鸡，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至于这么不近人情吗？江叔见沈娇娇又想作妖，便白了这女人一眼。沈知青，我不缺钱，我的东西凭啥必须卖给你？你这人咋这么坏呢？明知道咱们不能搞投机倒把，你还找我买东西，是不是想害死我呀？我要真的好心把鸡卖给你，万一被人举报了，咱俩都要完蛋。你想死，可别拉我下水。江叔这么大一顶帽子扣下来，沈娇娇顿时被吓得脸色一白。这年头搞投机倒把的事被抓住，后果非常严重，轻则被批斗，重则蹲局子。如果真被人举报了，不仅是江叔倒霉，我这个买东西的人也会同罪处理。娇娇，算了，不至于为了吃一口鸡把自己搭进去。另一头，宋时琛拎着2只野鸡回到家。老三，今天上山收获这么大。运气不错，碰到一个野鸡窝。王金花一看小叔子弄到了野鸡和野鸡蛋，脸上的笑容根本止不住。三弟可真厉害，打猎的一把好手。今晚咱们就炖上一只吧，这野鸡趁着新鲜的时候，最鲜最好吃。王金花盯着地上的野鸡，想到鸡汤鸡肉的滋味，咕咚咕咚咽起了口水，那声音隔2里地都能听见。田翠娥最瞧不上王金花那副馋样，多大的人了，跟个饿死鬼一样，3岁小孩都没他好吃。老三，这野鸡、野鸡蛋留着明天吃吧，难得弄到点好东西，明天喊小江知青过来一起吃。王金花听到田翠娥的话，脸色立马拉了下来。婆婆对那个小江知青是不是好的太过分了？家里有啥好东西都要找他来一起吃，说好听点是大方，说的不好听就是傻缺。这年头粮食与肉品多紧缺啊，自家都不够吃，还白给外人吃。重点是宋时琛弄回来的野味又不是很多，家里人口多，分一分，一人都吃不上几口。难得搞到点好东西，还要分给别人吃，真不知道我婆婆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不过王金花也就敢在心里吐槽一下，可不敢说出口。娘，你不用请他来吃了。其实我今天打到3只野鸡，路上遇到小江知青，直接送了1只给他。三弟，你直接送了他1只，这也太败家了吧？咱们一大家子才吃2只，他一个人能吃得了1只？王金花真可谓痛心疾首。而现在看来，我这个小叔子才是真正的大傻缺，出手大方也不能这么霍霍吧？直接送出去1整只野鸡。野鸡是你三弟打的，你三弟想送给谁就送给谁。撒，你还想当家做主了？他打回来的野味带着你一起吃，你不知道感恩就算了，还指手画脚起来了。老三，你可真是好样的，开窍了，知道主动给小江送东西了。江叔回到屋里就开始炖鸡汤了，鸡汤的香味慢慢飘了出来，馋得整个知青院的人都忍不住咽口水。他一个人哪里吃得了那么多鸡肉，喝得了那么多鸡汤，也不知道给咱们匀点尝尝味。哪的比，你还真够脸大的，你以为你是谁啊？人家凭啥白送给你尝尝？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想占便宜想疯了。我又没和你说话，你叽歪什么？就是马冬梅，你这人真爱多管闲事。张知青又没和你说话，你有啥资格管东管西的？大队长都没你管得宽。我就是见不得有些人不要脸，嘴长在我身上，遇到看不惯的我就是要对。好了，都别吵了，有什么好吵的？都几点了，还不赶紧去做饭？赶快吃完饭上床睡觉，不然明天哪里有力气干活？
沈娇娇气呼呼的回了屋。娇娇，咱们可好多天都没吃上肉了，你爸妈什么时候才给你鸡肉票啊？自从下乡以后，齐文斌和沈娇娇处对象，主要是因为在沈娇娇这儿得了不少好处。以前在家的时候，我好几个月都吃不上一回肉，现在跟沈娇娇处对象了，吃肉的频率大大提高，嘴也被养刁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我爸妈最近有点忙吧。你放心，我爸妈最疼我了，等他们忙完了，肯定会给我寄很多肉票的。大家都说我穿的衣服不符合年代，今天来个变身。接上集，江叔为回报陈父借给自己货车的恩情，写了份感谢稿子，结果稿子登上县城的广播站，让陈父名声大噪。陈念提着礼物上门感谢，你这一次可是帮了我爸一个大忙，这不，今天我休假，我爸一早就催着让我赶紧过来，给你送点东西。是叔叔先帮我解了燃眉之急，我不过是写篇稿子表示感谢罢了，这有啥？我都没给叔叔送礼表示感谢呢，结果你们先来给我送了这么多东西，我怎么好意思收啊？小叔，这是我爸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江叔也没和陈念客气，笑着点了点头。陈父是机械厂的副主任，在县城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与他交好，肯定好处多多。我很庆幸自己写了那篇稿子，帮了陈父，卖了一份人情，往后再找他办事，人家才会不厌其烦，尽心尽力。人情这种事也是讲究礼尚往来的，只会求人帮忙，从来帮不到别人，再大的人情也有耗尽的那一天。两人边走边聊，很快就到了知青点。刚到知青点，齐文斌看到陈念，目光顿时就挪不开了。同志你好，我是这个生产队的下乡知青，我叫齐文斌，方便认识你一下吗？不方便。齐文斌，你是不是皮痒痒了？见到条件好的女人就往上凑，跟个泰迪狗一样，真够恶心的。江知青，我不过是想认识一个朋友，这你都要管，是不是太过分了呀？江叔见他这般死皮赖脸，便对着沈娇娇的屋子喊了一声：“沈娇娇，你家的公狗乱发，你也不出来管管啊！”江叔这一嗓子吼完，齐文斌的脸色顿时吓得铁青，而沈娇娇立马从屋里跑了出来，看了看江叔，又看了看齐文斌。齐文斌，你干了啥？我什么也没干啊！娇娇，你别听江知青乱说。沈娇娇视江叔为仇人，所以便下意识地相信了齐文斌的话。江知青，你这人咋这么坏呢？想离间我们啊？你以为我会不信我对象的话，信你的挑唆吗？好，你不信我，随你，早晚有一天你会被他坑到哭的。就齐文斌这种大渣男，沈娇娇早晚会被他坑死。不过到时候也不用可怜沈娇娇，她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齐文斌心虚，再也不敢缠着陈念了，赶紧拉着沈娇娇进了屋。念念，以后你看到那个男人，一定要躲远了，千万别搭理。陈念这种家庭条件好的人家培养出来的女娃娃，没见过社会的险恶，心性十分单纯，而渣男最喜欢挑这样的女孩子下手。陈念重重的点头。这人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不像是坏人啊。可小叔说他不好，那就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往后自己真要处对象了，一定得带给小叔看看，让小叔给把关一下。陈念不知道，正是因为此刻生出的这个念头，在日后帮助他逃过了一段悲剧婚姻。送完陈念，江叔就去玉米地跟老婶子们一起干活了。小江知青，今天来找你的那个女娃娃是你朋友吗？哎呦，你那朋友长得可真水灵，是城里人吧？对，他是县城纺织厂的员工。那条件真是太好了，是城里人，还有正式工作，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姑娘啊！哎呦，小江知青，你那朋友有对象吗？钱招娣之前觊觎过江叔，想把江叔拐回家当儿媳妇，可是这丫头根本不上当，邀请他去家里吃饭，他死活不去，钱招娣只能作罢。现在他又看上了陈念，打上了陈念的主意。婶儿，你打听的这么仔细干嘛？我朋友不管有没有对象，都不可能嫁到你们家去，你就别白日做梦了。小江知青的脾气太对我胃口了，钱招娣这个不要脸的老婆子就该这么对。你这个小江知青怎么回事？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钱招娣，人家小江知青说实话，戳破了你的歪心思，你就气急败坏了。田翠娥，一个死老婆子，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啊？没事就来找我的茬，我看你是欠揍了。说着，两个人从口水战发展成了武斗。江叔在一旁看到这场面，顿时坐不住了，肯定不能让钱招娣欺负了他的未来婆婆呀。江叔借着劝架的名头，死死抱住了钱招娣，同时偷偷下黑手，对着钱招娣的身上猛掐了好几下。江叔的力气非常大，猛力掐下去，钱招娣疼得发出一阵鬼哭狼嚎。他们这边闹出的动静很大，很快大队长也匆匆赶到。可钱招娣和田翠娥已经被拉开了，但两人的头发都成了鸡窝状。你们俩是不是闲得慌啊？上次打完架才几天啊，这次又来，既然精力多的用不完，都给我挑大粪去吧。下午你们就不用来掰玉米了，都去挑大粪。
大队长，明明是田翠娥欺负了我，你看我身上落了多少伤，凭啥让我也跟着挑大粪？应该只让他挑大粪，然后还要给我赔礼道歉。只要武斗，不管谁吃亏谁占便宜，都一样同罪处罚。你要是再敢跟我讨价还价，你就去挑1个月吧。田招娣被吓得赶紧住了嘴。大队长，小江之青也参与了这次的武斗，他把我身上都掐肿了，是不是也要一起受罚，去挑大粪？钱婶儿，我方才是好心给你们拉架，你咋往我身上泼脏水呢？我什么时候掐你了？江叔，你这人咋这么坏呢？明明掐了我，居然还不承认。江之青说的是实话，他确实没对你动手，他是来好心劝架的，你却莫名其妙往他身上泼脏水。艳红丫头，你方才也在旁边，肯定看到小江之青敲我了，对吧？你快和你爸说，帮婶儿作证。婶儿，我刚才什么都没看到，开玩笑，我和江叔的关系可好着呢，肯定帮江叔，而不是帮钱招娣说话。钱招娣的脸都被气绿了。钱招娣，你也听到了，大家都说小江之青没掐你，你怎么还死咬着人家不放呢？大队长，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看看我身上的伤，你看到就知道我没有给他泼脏水了。钱招娣，你是不是疯了？大庭广众之下，你聊啥衣服？脸都不要了吗？本来还气冲冲要聊起衣服证明自己没有说谎的钱招娣，听到大队长的呵斥，顿时冷静了下来。好了，都去挑大粪吧，再磨磨唧唧，我就再扣你们1天的工分。这个江叔今天坑了我，以后我一定加倍奉还。3个农村挑粪妇女已经累趴下了2个，唯独田翠娥不仅不累，反而越干越有劲，只因为她喝了江叔神秘空间里的泉水。婶儿，我朋友今天给我带了些鸭脖，我勒个刀！我一个人吃不完，给你们送点来尝尝味。好，婶儿收下了。小江知青，真的太谢谢你了。你给婶喝的什么？喝完你给的水，婶干活贼有劲。婶儿，你客气了，我给你喝的就是平常的水，还是你本身身体好。还有今天我连累你挑了一下午大粪，真是太抱歉了。小江知青，你可没连累婶儿。今天咱们联手收拾了钱招娣那个恶婆子，婶儿心里高兴着呢。今天钱招娣吃了那么大的亏，还被大队长骂了一通，罚去挑大粪。看他那副比吃了屎还难受的憋屈表情，真是太解气了。田翠娥扭头看见王金花正盯着江叔拿着的鸭脖，嘻嘻哈哈的。王金花啊，你整天摇头晃脑的干什么呢？嘻嘻哈哈等于自嘎，你难道不知道吗？上一边去。2人说话间，宋时琛也从外面回来了，身上扛着2捆柴火。宋时琛同志，你打柴回来了？老三，小江之青给咱家送了鸭脖，这丫头的手艺真好，今天晚饭你有口福了。我今天上山采到了1瓶蜂蜜，听说这东西女娃娃喝好，就送给小江之青吧。片刻之后，宋时琛就拿了一个玻璃瓶出来，里面装了满满1瓶蜂蜜。王金花见宋时琛弄到1瓶蜂蜜，竟然不留给自己家人，反倒要送给江叔这个外人，顿时气得抓心挠肝。这个小叔子是个傻缺，真是一点没看错。要不是傻缺，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能白送给别人？娘，最近金宝说他嗓子有点不舒服，正好三弟弄到了蜂蜜，能不能留点给我？我拿去给金宝冲点蜂蜜水喝，给他润润嗓子。金宝可是他们老宋家的金孙，作为老宋家唯一的男娃娃，不该是全家有啥好东西都先紧着他吃吗？别人家的大孙子都被一大家人当成宝贝疙瘩疼，他们老宋家却不是这样。公婆对金宝这个唯一的金孙根本不怎么上心。老二家的小江知青今天送了这么多好东西给我们，老三给他拿1罐蜂蜜是应该的。之前我就说了，老三的东西他想给谁就给谁，你可别指手画脚的，没你说话的份。娘，金宝可是您的大孙子，这蜂蜜就不能给他留点吗？金宝，给你奶奶哭一个。奶奶，我要喝蜂蜜。金宝，这次的蜂蜜先给你江叔婶婶喝，下回的奶奶再给你喝。真不知道我这个婆婆和小叔子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有好东西不想着自己家人，想方设法送给外人。金宝想吃啥喝啥，让他找你这个当娘的还有他爹要。老三只是他叔叔，又不是他爹妈，对他好是情分，不是义务，你别搞道德绑架。哟呵，娘，话可不能这么说，三弟又不能生，下面都飞了，往后他的养老送终之事可就全指着金宝这个侄子了。他现在不对金宝好，不多疼这金宝，以后想让我家金宝给他养老送终，我可不同意。王金花没看到他这句话说完之后，田翠娥的脸色变得有多阴沉。不光是田翠娥的脸色不好看，连带宋保国的脸色也沉了下去。三弟以后没孩子，咱们老宋家只有金宝一个男娃，三弟的东西不留给金宝，还能留给谁？总不能留给外人吧？田翠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暴脾气，冲上去就对着王金花的脸啪的一声抽了一个大嘴巴。王金花，我看你就是皮痒痒，
欠收拾。王金花被抽了一个大耳光，脑壳嗡嗡直响，脸上也传来一阵火辣辣的剧痛。二嫂，我作为叔叔，该给侄子侄女们的好处，我绝不会少了他们的。你放心，以后我养老送终的事，我自己解决，不用家里的孩子们费心。金花，你这个疯婆娘，说啥胡话呢？赶紧给三弟和娘道歉。王金花当众被打，捂着脸，心里满怀着怨恨与不甘。我说的一点也没错，不需要道歉。你是我男人，看我被打，居然一句话都不帮我说，就知道维护你娘和你三弟，真够没种的。这婆娘是不是吃错药，脑子吃傻了？家里谁不知道三弟那方面有问题，这件事是禁忌，不能说的，而他却专挑这事样样。见王金花还在犯蠢，宋时杰便大步上前，对着王金花的脸又抽了一个耳光子。你能不能消停点？宋时杰，你敢打我？你一个大男人的大婆娘，你要脸吗？好，你们都欺负我，我回娘家。王金花说着，大吼大叫着跑进了屋里，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娘家。爹不疼，娘不爱，嫁个了大傻蛋，呸！三弟，你二嫂有时候脑子不清醒，容易犯浑，你别和她一般见识。我看他脑子清醒得很，说话净往人家心窝里戳，吃着老三的，喝着老三的，真以为老三的东西天经地义都是他的了。老二，你回头告诉你婆娘，他要是再这么做，你们二房就分出去过吧。老三弄回来的任何东西他都甭惦记。宋时杰的脸色顿时被吓得惨白。没有老三，我们家哪里来的钱盖房子？老三每个月的工资津贴都会寄一部分回来，不都用在这个家的生活起居上了吗？我婆娘是个懒货，如果我们二房分出去过，光靠我一个人挣工分养家，养几个孩子能吃饱饭都难，绝不可能过得像现在这么好。娘，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管教他的。他再敢乱说乱做，我直接跟他离了。希望你说到做到。江叔在一旁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小江知青，这蜂蜜你拿着。好，宋时琛同志，谢谢你送的蜂蜜，这是给你们的鸭脖，我就先回去了。随后江叔回到知青点，现在生产队正赶着砍玉米，江叔砍了一会儿玉米，手心就磨得通红。继续这样干下去，肯定会被磨破皮，那可就遭罪了。家经沈娇娇仗着自己家里有钱，污蔑江叔，还请来了救兵戚文斌。老毕太太上去劝阻，却被戚文斌一脚踹飞。江叔也不惯着他，一巴掌教育他怎么做人。接上集，江叔找了一块空地，从空间里拿出一双工装麻布手套，戴上手套砍玉米，一点也不磨手了。突然面前出现一双脚，江叔抬起头，看见面前站着沈娇娇。这女的是狗皮膏药吗？江叔，你手上的手套是哪来的？你是不是偷的我的？你戴过的手套白给我都不要，我还能去偷？沈娇娇，你咋想的？脑子是芝麻那么大吗？沈娇娇突然要抢江叔手中的手套，江叔真生气了，推了他一下，他力气比以前大出好多。沈娇娇瞬间被他推出去。打人了，要打喜人了！起开，别耽误我干活，我根本没用全力，你摔倒给谁看呢？听到沈娇娇的哭声，大家都往这边围了过来。哎呦，干仗了，有好戏看了！干啥呢？这事有话好好说。戚文炳，你看你把老毕太太踹的，我不管，就是江叔偷了我的手套，还敢狡辩，他还打人，哎呦，我的腿动不了了。这时候宋宝田走了过来。你说帽子是被小江知青偷了，你有什么证据吗？证据就是江叔手上的手套，以前没见他戴过，他自己也不会背，怎么偏我的手套丢了，他就戴起手套了。我呸，放你的叙利亚风情屁！沈娇娇，我看你是皮痒痒了，怎么地天下就你一家有手套呀？你脑子是进大粪了吗？你说你丢了手套，你手套都有什么记号？你说说，你要是说对了，我就给你磕头认错；你要是说错了，呵呵，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沈娇娇，你说说你手套有什么特征，然后由我去检查是否是你的手套。沈娇娇开始心虚，眼珠子滴溜的转，因为她就是没事找事，想找江叔不痛快。现在好了，骑虎难下，沈娇娇赶紧去从地上爬起来。宋队长，可能是误会，我的手套不知道放哪里了，我再回去找找。沈娇娇说完就想跑，被江叔一嗓子吼住了。怎么了，沈娇娇？你不心虚跑什么？这时旁边人群中走出一个女人。宋队长，我在沈娇娇被子底下发现了一副手套，这应该是沈知青的。这时候沈娇娇开始慌了，腿止不住的颤抖。咦，众人一脸鄙视的看着沈娇娇，事实已经摆在面前，她想抵赖也抵赖不了。沈娇娇，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所做的事伤害的是江叔同志，要道歉也该向他道歉。对不起，小江知青，只怪我眼瞎冤枉你了。你说什么？跟蚊子嗡嗡似的，听不清楚。对不起，小江知青，对不起。知道对不起，以后就别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小姑娘年纪轻轻的，心眼咋这么坏？沈娇娇被江叔说的头都抬不起来，在所有人面前丢掉脸，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行了，大家都散了，去干活吧。
刚没干一会儿，就见到有人匆匆的跑了过来。走，宋世琛同志在山上又打到野猪了，还有好几头，咱们赶紧去抬野猪。这人说完，人群顿时炸开了锅。好几头野猪啊，大家又能吃上肉了。怎么回事啊？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野猪？宋世琛一个人把几头野猪全宰了。好像是牛棚那边的几个坏分子上山遇到了野猪，然后被野猪一路追击，危急关头，宋世琛同志正好上山撞见了他们，就顺手解决了那几头野猪。江叔在听到传消息队员的话后，脑子里嗡的一声炸了。牛棚那边的人被野猪追击，那父母他们有没有出事？遇上好几头野猪，那多危险啊！有人受伤吗？不清楚，好像是有人受伤了，不过应该不致命。牛棚里那个姓韦的老头不就是中医吗？他已经在帮伤者处理伤势了，咱们不用操心，还是赶紧抬野猪去吧。江叔跟着大队的人一起来到宋时琛杀野猪的地方。等江叔过去时，发现宋时琛就在现场，他坐在旁边的树干上，手臂上划破了一道口子，好几头野猪零星的躺在不远处。另外，姜文洲的衣服上也有几处擦破的地方，上面染着血迹。白玉贤的情况比姜文洲好一点，但也受了些皮外伤，手臂和腿上的衣服也被蹭破了，流了点血。父母是我最亲近的人，牛棚里的其他人也是我尊敬的长辈。看到他们伤成这样，江叔的鼻子顿时一酸。为了不暴露自己，江叔只能将内心的情绪强行隐忍克制住。江父看着江叔，微微摇头，示意江叔这时候可千万不要冲动，一定不能暴露。老三，你咋样？伤得严重吗？娘，你不用担心，我就是手上被刮破了一道口子，没什么大碍，皮外伤，没有伤筋动骨。宋时琛同志，你现在跟我下山吧，我那里有治疗外伤的药，可以帮你处理伤口。好，那就让小江知青帮我处理一下吧。江叔处理完宋时琛伤口后，一直等到了晚上。晚上，江叔穿着野行业去了牛棚。江叔一到这里，就见到他爸的腿已经用2块木板固定住了。爸爸妈妈，几位爷爷叔叔伯伯，你们还好吗？小叔，没事儿，爸爸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安心养一阵子就好了。是啊，小叔，你爸虽然骨折了，但不算特别严重，你魏爷爷已经帮他处理好了。小丫头，有魏爷爷在，你怕啥？你是觉得魏爷爷的医术不行，治不好他们吗？不是，魏爷爷，既然您说他们没什么大碍，我就放心了。